男人第一次吃饭，却连着勺子也吃了下去，因为在他眼里勺子比米饭美味。原来男人觉醒了最低级的异能金属操控，但只要吞噬金属就能不断变强。上一世，桐一通过不懈的努力成就钢铁皇帝之位，抬手可御斥万剑，震杀诸敌。可最终他还是死了，死在了自己守护了10年的人类手中。弥留之际，他眼中充满了不甘，没想到最后毁灭人类的还是人类。如果当初自己能早点发现变强的方法，那是否能挽救如今的局面？他的诉求似乎得到了回应，再次睁开眼，桐一回到了参军的那一年。这个世界凡是觉醒者都必须参军，由于部队丢了9枚弹壳，全体正在接受长官的处罚，而那9枚弹壳早就没入了桐一的腹中。他的能力金属操控被评为最低等的 F 级，直到几年后他才开发出了能力的用法，一跃从 F 级蜕变成了最强的钢铁皇帝。此时他可操控的金属达到了300克，距离金属消化还剩10分钟。直到午饭时间，桐一的部队终于结束了处罚，可诡异的事又发生了，食堂所有的勺子竟然不翼而飞，而桐一看着手中的勺子口水直流，下一秒便津津有味地吃了下去。距离金属吸收剩余12分钟，吸收后操控金属重量提高 1.25 克。桐一满脸无奈，就凭现在这点金属，得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前世的水平？旋即他将目光投向了远方的哨塔，难道解决方法只有这个了吗？3天后，桐一已经可以完美的操控一把匕首，而这天也是他站夜岗的日子。桐一缓缓走向旁边站岗的兄弟，朴俊茂，你相信我吗？朴俊茂一脸茫然，但还是回道相信。我发现有很多金属在移动，我前往查看，你留在原地驻守，切记不要向上头汇报。与此同时，部队驻扎点附近出现了一个门，一只哥布林从中掉落而出，突然一柄匕首急速掠来，径直贯穿哥布林的身躯。出手之人正是前来探查的桐一。没想到见到你们我会如此开心。不枉等的这3天3夜。哥布林站起身，猛吐一口黄瓜汁，紧接着3步并作2步向桐一杀去。看来只有1级的我还是有点弱呀。不过我不喜欢同一件事做2次。就在哥布林靠近之时，桐一迅速操控匕首击穿了哥布林的脖颈，下一秒一个红彤彤的石头从哥布林身上掉落。桐一见状立马将它塞进了嘴里。你吸收了异世界魔法钢铁，预计吸收后增加的克数未知，吸收后你的魔力将得到提高。其余的哥布林被这一操作惊得大眼瞪小眼，可只有桐一露出了后妈笑，只要吃了那东西，这辈子的路可就好走了。下一秒便只身冲入哥布林群中，匕首在他的操纵下精准地挑断了哥布林的脚筋。桐一没有解决他们，而是想利用他们的惨叫引来哥布林的首领。就在这时，一个哥布林抓住机会发动偷袭，桐一见状操控地上的大刀，迅速击落了哥布林手中的武器，随后匕首光芒一闪，切割下了他的头颅，一块魔法钢铁也随之掉落。桐一没有理会，而是怒目圆睁，我曾经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如果谁偷袭我，我就生吃了谁。这番恶毒的言论让一众哥布林所胆寒，不过桐一依旧没有放下戒心，他知道哥布林的首领就藏在附近，为了让他现身，桐一必须要卖一个破绽。只见他漫不经心地把手伸向魔法钢铁，就在这个瞬间，哥布林首领发动技能，眨眼间桐一脚下的土地崩裂，几道数十米长的尖刺轰然从地底窜出，周围数只哥布林也不幸被殃及池鱼。哥布林首领本以为这个人类将会尸骨无存，可下一秒一把大刀从烟尘中爆射而出，哥布林首领抬起法杖精准的抵挡，桐一装作一脸惋惜的样子。就在哥布林首领得意之际，匕首已经悄无声息的袭来，可匕首刚刺入皮肤1毫米，哥布林首领便险之又险的将其抓住。面对如此狡猾的人类，他不敢再大意。可就在这时，朴俊茂那小子找了过来，哥布林首领当即一声令下，所有哥布林顿时调转方向杀向朴俊茂。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朴俊茂两腿一软，情急之下桐一也管不了那么多，几颗子弹下去救下了朴俊茂，随后操控大刀就要给予致命一击。哥布林连忙挥舞武器将大刀击飞，可桐一闪身而来一个膝撞，接着便将子弹喂进了哥布林的嘴里。当桐一转身时，所有哥布林早已消失。可恶，他比我想象的还要谨慎。而刚才的枪声引起了上头的注意，刚才听到了枪声，各岗位汇报情况。桐一连忙汇报，驻扎点附近出现了门，怪物种类是哥布林。在一次小规模交战后，他们离开了现在的区域。这时对讲机传来命令，所有岗位死守哨所。再说一次，所有岗位死守哨所。桐一知道女武神就要出动了，如果她来了就会向前世关闭这个门，然后带走全部的战利品，其中就有传说级装备阿达曼提姆，那个让自己成为钢铁皇帝的终极装备。如果这次不能把它吃掉，那下次可就要等到4年后了。这时6号哨所传来求救，大量哥布林包围了哨所，请求支援，请求支援。桐一知道机会来了，这里是5号哨所，我们将会去支援6号哨所。F 级不要去送死，请等待女武神的到来。桐一没有理会，自己必须在她到来前吃掉阿达曼提姆，就算事后被处分也在所不惜。见6号哨所久攻不下，哥布林首领操控无数巨石向哨所砸去，一番轰炸后哨所已经布满裂痕。就在哨所内2人绝望之际，对
对讲机中突然传来了同一的声音：6号哨所，我将协助你们，请弓箭手在箭矢上膛后使用火焰技能。弓箭手按照同一的指示操作，可外面漆黑一片，他不知该瞄准哪里。就在这时，远处发出一道亮光，弓箭手请瞄准亮光的位置，扳机由我操控。此时同一跑到了一只哥布林的身后，弓箭手的箭头也跟着亮光的移动而移动。同一操控弓弩的铁质扳机，顿时一支烈焰箭矢释放而出，瞬间便解决了一只哥布林。同一之所以要这么做，是为了能在对抗哥布林首领前节约魔力，而暗中的哥布林首领见到这个人类后咬牙切齿，当即操控巨石向同一砸去。同一一个后空翻跳进了灌木丛，随后指挥弓箭手重新装弹，在他的操控下又精准地解决了几只哥布林。而此时朴俊茂摸了过来，同一给他的任务是摸清哥布林首领的位置，可他摸着摸着就被哥布林发现了。哥布林抄起大刀就要给朴俊茂开瓢，就在这时一柄匕首爆射而来将他救下，同一的身影紧随其后并扣动扳机，霎时间一支烈焰箭矢便击中了哥布林。随着魔力的不断消耗，哥布林的数量也在急剧减少，此时同一的魔力仅剩 12%， 难道他即使看着手下死去，也非要把我的魔力耗光吗？就在这时，远处传来朴俊茂的求救声，哥布林首领一手提着他的脑袋，一手用法杖抵住他的脖颈，意思就是威胁同一束手就擒。同一无奈丢下武器，而身后2只哥布林伺机而动，可同一却咧嘴一笑，在他魔力的操控下，枪支的扳机被按了下去，那支枪正是朴俊茂的，顿时一梭子弹精准打在哥布林首领腹部，随后同一化作离弦之箭躲开哥布林的攻击，同时匕首携带着破空声向哥布林首领掠去，可匕首在击中后却被厚重的皮甲弹开了。同一的魔力仅剩 9%， 必须要在魔力耗尽前解决他。此时哥布林首领已经逃到了门的入口，可就在他一个信仰之跃要跳进去时，同一注意到他佩戴的项链蕴含金属成分，当即操控项链把哥布林首领拉了回来。此时同一的魔力仅剩 3%， 求你让我吃了吧！同一拼尽全部的魔力，一道寒芒划过夜空，径直没入首领的咽喉。与此同时，远处迸发出一道光柱，那是女武神释放的神圣之光。同一用最快的速度从首领体内抠出了阿达曼提姆，就在支援队伍到来时，同一已经把阿达曼提姆吃进了嘴里。别开枪，我是5号岗的士兵同一。支援队伍在他身下发现了死去的首领，可门却还未关闭，这代表附近还有残余的小怪。不过4个 F 级士兵竟然干掉了首领，真是离原上谱。不对，这些尸体的伤口都是一致的，很显然解决他们的是同一个人。此时同一躺在担架上，他嘴角的笑意已经无法掩盖。你吸收了传说中的物品觉醒了罕见能力，你可以操控范围内能感应到的全部金属。嗨，你们的钢铁皇帝回来了。3天后，同一的事迹已经传遍了整个部队。听说那天所有人都在等死，突然一个 F 级小兵拿着大宝剑杀光了敌人。什么 F 级？这又不是漫画，你让我怎么相信？而当事人同一也被部队大队长传话，大队长金刚石被称为山军，国家排名第166的觉醒者，旁边还有女武神徐银夏以及 C 级的魔法师李明熙。此时队长郑重问道：士兵，你违反命令击退了从门里走出来的怪物是真的吗？同一知道说错一句话就会被关禁闭，不过还是如实汇报，当时在执勤时发现了门，所以马上采取了措施。不过大队长不明白的是，像你这样的 F 级应该当场被杀死才对。同一义正言辞地回道：记得当初大队长你说过，就算是低等级觉醒者，只要按照教科书里的内容战斗，即使是1级也能打倒巨人。按照您的教导，我就算是 F 级也应该能打倒哥布林。您所说的话就是我的信念。闻言，大队长顿时流出2行热泪，他仿佛感觉找到了知己。你小子做副士官吧。李明熙立刻制止了大队长，部队里可从没有 F 级当副士官的例子。而同一也不想引人注目，婉拒了大队长。而那天的另一个当事人6号哨所的弓箭手把情况都讲了出来。李元石作为一个手撕哥布林的猛男，也不敢保证一个人能挡住门里的怪物，说不定那小子只是捡漏了几只落单的哥布林。很快李元石就找到了同一，你这个大名人就举这点重量，真是给咱们部队丢脸啊。同一知道来者不善，如果自己还躲着他，肯定又会像前世一样受欺负，正好我心情不爽，你要不跟我打一架？李元石正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直到上了拳击擂台他才确定同一这小子是想找死啊。与此同时，黑虎部队签名号正一脸失落，没想到那个有潜力成为检察官的士兵休假了。一旁的士兵安慰道：虽然那位休假了，但还有一个人也不会让您失望，既然来都来了，不妨去看看。而士兵说的那个人正是李元石。比赛一开始他便向同一发动了猛攻，一个疏忽下同一被一拳轰到擂台边缘，李元石乘胜追击，眼看巨拳就要砸来，同一连忙躬身翻滚到了擂台中央，随后勾手示意李元石加把劲。台下的观众顿时就怒了：李元石你可别打假赛，我们可都是赌的你赢。李元石有苦说不出，从比赛开始他就觉得身体特别沉重，原来同一一直用魔力控制他鞋上的金属，李元石每一步都像是在泥潭中行走，可他偏偏就猜不出这是为什么。终于他暂停了比赛，我感觉我的腿有点不对劲，难不成是被我吓软了？
此番言论彻底点燃了李元石的怒火，他也管不了什么拳击比赛，发动了异能，仅一瞬便从胖墩变成了肌肉猛男，这是他的地级异能身体强化。可童一的眼神却没有丝毫的动摇，一个如同暴怒的角牛，一个如同伺机而动的猎豹，这一切千明浩都尽收眼底，真是有趣啊！一旁的士兵以为千明浩夸的是李元石，连忙附和：“我说什么来着？绝对不会让您失望。”此时李元石身影一闪，势大力沉的一拳猛然将童一砸飞，台下的众人都以为这把稳了，可李元石却感受到了异样，刚才那一拳仿佛击打在了钢铁之上。如他所言，童一在吸收阿达曼提姆后获得了新能力钢铁化，消耗魔力将部分躯体转化成钢铁，随后不断激怒李元石，诱导他发动进攻。就在他下一拳挥来之际，童一连忙俯身闪躲，紧接着钢铁化右腿狠狠踢在了李元石的脚窝，李元石失去重心瘫倒在地，童一抓住机会疯狂挥舞拳头，就如同伺机而动的猎豹，咬住了猎物的脖颈。来了来了，你们的钢铁皇帝回来了！童一显露獠牙，开始反击李元石。没想到李元石皮糙肉厚，不仅没受到伤害，反手就把童一拎起，随后汇聚气力就要将他砸向地面。情急之下，童一连忙双手环抱扣住李元石的手臂，随后双腿如游蛇般缠住他的脖颈。在双腿施加的力量下，李元石的手臂无法再下落半分。不过李元石还有另一只手，他有信心一拳就能砸扁童一的脑袋。童一知道这小子对自己起了杀心，猛然大喝一声，掰开了李元石的拳头，随后两腿借力施展鲤鱼打挺，极限的躲开了致命的一击。此时童一一跃来到李元石身后，紧接着施展锁技扼住他的咽喉，一套动作行云流水，让众人直呼卧槽。只有千明浩两眼放光，我真是越来越欣赏你了。李元石却是讥笑一声，就这点力气又能奈我何？本以为可以轻松的挣开束缚，可童一已经发动了钢铁化，同时使用金属操控给钢铁手臂赋能，伴随着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一股窒息感瞬间涌向李元石心头。警告：过度操控身体会导致身体损伤。童一双目赤红，青筋暴起，既然已经选择了反抗，那就必须给他一个惨痛的教训。台下李元石的同伴顿时就慌了，无上国中士，我们必须要阻止他们。依照李元石的性格，他是死也不会认输的。可看着童一的眼神，无上国尿意突生。从前自己可是没少和李元石欺凌童一，他的下一个目标该不会是自己吧？与此同时，李元石的意识渐渐涣散。可恶，我怎么会输给这个 F 级的废物？而且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想到这，李元石的力量开始不断攀升，红色的蒸汽在他周围鼓荡不息。顷刻间，李元石的身体再次强化，随手就顶破了头顶的天花板。可是猎豹咬住了猎物的脖颈就不会松口。千明浩看他的眼神也越加炽热，童一猜测这只是李元石的临死反扑，顾不得身体损伤，消耗全部的魔力。果不其然，挣扎片刻后，李元石终于昏死了过去。结束战斗，童一表情平淡，甚至没有喘气，可那无形中的气势却吓退了众人。只有朴俊茂前来迎接，询问他有没有受伤。不过童一没有理会，而是眼神示意吴上国以后不要招惹自己。就在这时，千明浩向童一走来，经过简单的交流，他知道了童一的身份，士兵童一，你是否想加入黑虎部队？说着就递出了一张名片。闻听此言，众人顿时炸开了锅。黑虎部队是一支特种部队，他们以暗杀首领怪物以及轰炸地下城而被公众所知。可童一却拒绝了千明浩，毕竟自己只是个 F 级的下等兵。千明浩让童一不必担心，军衔的门槛只是给普通人制定的标准。总而言之，黑虎部队现在非常需要你。闻言，童一倍感无奈，要是黑虎部队限制了自己成长，那日后人类还是摆脱不了灭亡的结局。最后，童一收下名片，并表示会好好考虑。片刻后，千明浩来到了金刚石的办公室。你的黑虎部队最近怎么样？千明浩叹了口气，最近非常缺乏人手。金刚石瞬间就明白了千明浩的来意，你是来找崔英军的吧？那个有潜力成为检察官的人。千明浩潸然一笑，没错，可就在刚刚我找到了比他更合适的人。傍晚，童一还在操场锻炼，朴俊茂的身影紧随其后，他一把将童一揽入怀中。义父，你怎么一夜之间变得这么强？请传授我变强的方法吧。而暗中，金刚石始终注视着童一，随后他拨通了一个电话，把士兵童一入伍前的所有资料整理好给我。童一啊童一，先和你说句对不起，因为都怪你让我更想得到你了。男人放着满屋的神级道具不要，却偏偏挑中了一旁生锈的青铜剑。其他人都以为他是傻逼，但只有男人知道，这可是神话中天气之神的杀手锏。原来在金刚石下令调查童一后，竟然真的查出了童一的犯罪前科。可谁让童一是自己看中的人？金刚石不仅没有追究，还答应了童一的休假和支付武器的请求。在女武神的带领下，童一进入了部队的武器库。他没有把目光放在那些亮眼的武器上，而是装模作样思考了许久，最后才选择了一把锈迹斑斑的青铜剑。云剑可吸收水分，释放水雾。它的真名叫藏在云中的剑，是天气之神云师所使用的武器，而藏在云中的剑就是闪电，那从云中垂落的至刚至阳的力量。前世崔英军便是开发出了云剑的潜力，最后成为了万众瞩目的剑圣。如果让自己的钢铁沐浴在闪电中，这简直太酷了。这时女武神劝解道，虽然你有前科我看不顺眼，但挑了把破烂也太过可惜了吧。童一比划了两下，表示很顺手，就他了吧，反正也没时间挑选了。话音未落，一阵警报声响彻整个部队。原来城市中心出现了一个门，密密麻麻的猴人从门中涌出，听到警报的人都慌忙地换上装备。可童一如同早有所料一般，没有
有丝毫惊讶，这份平静也使得女武神不由高看他几分。很快城市里的工会就封锁了那片区域，部队里的士兵紧随其后。看着青莲工会那身昂贵的装备和武器，众人纷纷打定主意，退伍后一定要加入青莲工会。而此刻桐一正在和自己的小队展开会议。这个门里的怪物是猴人，他们十分灵活，擅长使用毒针和毒气，所以战斗中一律禁止暴露身体部位，同时尽量要佩戴好防毒面具。这些话语引得其他分队捧腹大笑，支援队伍还商讨战术，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要上前线呢。闻言，桐一的小队都默默地低下了头。所谓支援队伍，就是由低等级士兵组成的非战斗队伍。桐一有些不悦，城市四通八达，很多猴人会逃出封锁区域，即使处于后方也不能放松警惕。男人不屑地回道：如果真像你所说，那到时候我会看着办的。而回想起前世，猴人通过下水道来到了部队的后方，他们携带着毒气，打得众人措手不及。桐一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毒针命中，眼看猴人的匕首就要落下，朴俊茂及时出手打断了猴人，但匕首还是刺瞎了桐一的一只眼睛。就在朴俊茂要给桐一戴上防毒面具时，一把匕首急速掠来，夺走了他的生命。这是桐一最悔恨的时刻，也是后来钢铁皇帝戴上眼罩的原因。此刻桐一大喝一声：这样的否定我们平时听的还少吗？你们所处的是随时会死的战场，希望大家不要懈怠。紧接着下令众人去下水道安装传感器，可唯独留下了朴俊茂。过会我会安排人过来，你就带着队员离开作战区域。朴俊茂闻言一愣，离开作战区域，那不是当逃兵吗？桐一斩钉截铁地回答：这是我的战术，士兵朴俊茂，请服从队长的命令。来了！钢铁皇帝最担心的猴人还是来了。原来前世猴人通过下水道袭击了部队的后方，所以桐一指挥支援小队提前在下水道里安装了传感器。可李明熙中尉也发现了这个举动，他大声斥责桐一这就是在浪费资金，对付几只猴人没必要大题小做，更何况我们还有青莲工会的支援。20分钟后第一营将会开始清剿猴人，你们支援小队只需要提供防毒面具和物资即可。桐一并没有因李明熙的军衔而低头，我们只是在完成副营长交代的任务，阻止猴人逃到后方，从而进入居民避难区。桐一这一嗓子喊得格外大声，周围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李明熙，这也让他感觉很不爽。副营长或许会认为你的决定很好，但你要清楚你的级别，请停下你的行为。桐一下士。就在这时，副营长莉莉丝闻讯赶来。李明熙中尉，这里发生了什么？看清来人后，李明熙脸颊浮现出一抹红晕。嗨，我只是担心支援部队的指挥官不懂事，所以提点了他一下。看你这么匆忙，是有什么事吗？莉莉丝这才想起来，刚刚大队长命令自己传唤桐一。桐一一脸问号，确定大队长传唤的是我吗？按照时间，猴人差不多就要出现了。在得到莉莉丝的肯定后，桐一请求他帮忙安装传感器。不久后，一辆迷彩大卡车里，桐一见到了大队长金刚石和千明浩。金刚石这次传唤桐一是有一个特殊任务，他想要桐一担任第一营的指挥官。在第一营营长崔英军休假的情况下，桐一的任务就是关闭地下城，阻止后续涌出的怪物。与此同时，第一营已经准备开始第一次清剿，他们有序地冲入一个大型仓库，随即支起盾牌，摆好了作战阵型。而藏匿在仓库中的猴人从各个方向蜂拥而至，可就在猴人靠近之时，魔法师汇聚魔力，顿时法阵中喷射出数道汹涌的烈焰，缝隙处再配合枪支扫射，一时间猴人被打得节节败退。而此刻桐一在接到任务后倍感受宠若惊，可他根本没时间指挥什么第一营，因为自己的小队就要出事了。桐一郑重地婉拒了大队长，自从入伍后自己只在后勤部执行任务，您的这个决定可能会葬送第一营的生命。但金刚石这次没有答应桐一，这是一个命令，也是千明浩和自己对桐一能力的考验。突然指挥室内响起了警报，大批猴人逃离了封锁区域，驻守第2和第3避难区的士兵以及后勤部队请做好交战准备。桐一这下彻底坐不住了，他开始大声斥责起了金刚石。我知道您让我指挥一支战斗部队是为了考验我，但我不想为了抓住这个机会让第一营和自己的小队陷入险境。我很高兴您能对我寄予厚望，但如果代价是同伴的生命，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拒绝。金刚石叹了口气，既然你意已决，就去做你该做的事，但是作为一名军人，你要承担不服从命令的后果。而桐一不知道的是，金刚石早就派遣女武神去接手他的队伍。这时女武神的手下问道，这里是战场的最后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们真的要驻守在这里吗？女武神摇摇头，我也不知道大队长的用意，可谁让这是命令呢？突然一个身影闯入了他的视线，只见桐一着急忙慌地喊道，支援小队，全体撤退。话音一落，整个地面开始震动，下水道里的传感器一个接一个发出警报。朴俊茂和莉莉丝刚察觉到了危险，可下一秒无数绿柱从下水道冲天而起，仅仅片刻，绿色毒气便在后勤部队弥漫开来。可恶，事情怎么比我记忆中发生的要快？男人拥有操控闪电的异能，却不用来保家卫国，反而只用来给手机充电。原来前不久，猴人利用下水道将毒气传播到了整个城市。当桐一想要通知队友时，已经为时已晚。他立马戴上了防毒面具，同时拿出水壶浇在了云剑之上。云剑的能力需要提前吸收水分，而此时的吸收程度才堪堪达到2%。他望着被毒气遮住的前方，忐忑不安。朴俊茂，希望你服从命令，带着队友离开了。
可事与愿违，朴俊茂已经和猴人交战，猴人们借着毒气掩护杀向了队伍后方。受伤的安明泰很快吸引了朴俊茂的注意，他赶忙指挥安明泰卧倒，随后数颗子弹下去将猴人逼退。在队友的掩护下，安明泰捂住伤口，被缓缓拖进防御阵地。防御阵地设置了基础的结界魔法，但也只能阻挡猴人片刻。而此时，防御阵地内的莉莉丝已经被吓得瑟瑟发抖。她虽然拥有 C 级的治疗魔法，但这毕竟是她第一次上战场。看着缩成一团的莉莉丝，朴俊茂连忙劝导她振作起来，只是一连叫了几次也没得到回应，这让朴俊茂也流露出丝丝绝望。莉莉丝第一次实战还能理解，可自己作为支援小队的副队长，面对这种情况又能做些什么？就在这时，队友传来噩耗：朴俊茂副队长，我们的子弹快要用完了，火力不足，让越来越多的猴人围了上来。见状的朴俊茂已经急得抓耳挠腮，可恶啊！我究竟要怎么做？难道只能等死了吗？突然，他脑中浮现出一个奇怪的想法：如果是同一的话，他会怎么做呢？与此同时，安明泰因失血过多陷入了昏迷，士兵连忙呼喊莉莉丝请求治疗，但回应他的却是朴俊茂如雷般响亮的声音：所有队员请带着伤患撤退。这不是当逃兵，而是队长同意的命令。众人都陷入了犹豫，如果撤退，猴人进入避难区，那遭难的可就是普通民众了呀。朴俊茂连忙解释，同一队长早就安排了人手，待会只要我发出信号，你们就死命的跑。朴俊茂不知道的是，同一压根就没安排什么人手，因为他打算独自面对猴人大军。此刻朴俊茂发动了自己的雷电异能，丝丝电光从垂身绽放。这个异能听起来很强，但释放的电流却堪堪够给手机充电。而猴人也纷纷侧过头来，他们被毒雾中的亮光所吸引。见状，朴俊茂举着锤子一马当先，绝大部分猴人都被朴俊茂吸引走。支援小队的众人也得到了喘息。眼见时机成熟，朴俊茂连忙招呼队友撤退。看着那个渐渐远去的身影，所有人的心都不免受到了触动。猴人很快就追上了朴俊茂，但朴俊茂却没有丝毫后悔。如果换作是同一的话，就算能力微不足道，他也会毫不犹豫的让我来当这个诱饵。眼看猴人就要扑倒朴俊茂，突然一道流光划破夜空，离朴俊茂最近的几只猴人纷纷血溅当场。朴俊茂累得一屁股瘫倒在地，看清身前那个伟岸的身影，一种磐石般的安全感让朴俊茂安下心来。而这时云剑已经充能完毕，不断散发的水雾驱散了空气中的毒素。朴俊茂做的远超同一的所料。朴俊茂副队长，感谢你还活着。下一秒，同一操控匕首不断穿梭在猴人群中，蓝光所掠过的地方只剩下猴人的哀嚎。掉落的魔法钢铁引起了同一情绪上的波动。嗨，朴副队，感谢你为我带来了如此多的山珍海味。那么你准备的这桌饭菜，我可就要开动了。前世成就剑圣的绝世宝剑，却被重生归来的男人捷足先登。可宝剑的能力仅仅只是释放水雾，却弥补了钢铁皇帝前世的遗憾。原来前世朴俊茂为救同一失去了性命，所以今生同一不惜违抗军令，在朴俊茂遇难的前一刻赶来相救。而宝剑释放的水雾，却恰好驱散了蔓延的毒气，也成了这次战斗决胜的关键。看着击败猴人掉落的魔法钢铁，同一嘴角的笑意已经无法掩盖。可下一秒，他却疑惑了起来。扫视一圈后，发现面前的全是普通猴人，他们的首领究竟藏在哪里？突然，所有猴人额头上的法阵微微一颤，在两人诧异的目光下，猴人们调转目标，迅速冲向了支援小队的方向。同一察觉到了不妙，连忙招呼朴俊茂去增援支援小队。而此刻，女武神带领的狙击队因浓厚的毒气而无法锁定目标。女武神下令让几人前往青莲工会的驻地狙击猴人，阻止他们进入居民的避难区。士兵见女武神全副武装，开口问道：“您不准备和我们一起去吗？”女武神心存疑惑，因为同一似乎早就知道了今天会发生的一切，所以他必须去确认一件事。话罢，纵身一跃跳入毒雾之中。与此同时，支援小队的队员正在抢救安明泰，看着他不断涌出的血液，士兵沮丧地说道：“安明泰的生命就要到头了。”莉莉丝副排长，请你冷静下来。莉莉丝蜷缩在角落，还没从恐惧中恢复。她作为这里唯一拥有治疗能力的救星，可却因第一次实战而被吓破了胆。突然，一股奇异的能量剧烈的拉扯组成防御阵地的箱子，眼看防御阵地的符文就要破坏，两个士兵使出吃奶的力气拉住箱子，与那股奇异的能量对抗。一个士兵连忙招呼其他人过来帮忙，而释放诡异能量的正是猴人首领。只见猴人首领猛然加大魔力的灌输，咔嚓一声，众人还未来得及帮忙，防御阵地符文便被撕扯开来。更不幸的是，原本追击朴俊茂的那波猴人，竟然在这最紧张的时刻杀了回来。两个士兵面露绝望，完了，朴俊茂副队长怕是已经牺牲了。突然，猴人群后两个人影渐渐显现，该死的臭老鼠，不要碰我的队员！说着，奋力掷出手中的匕首，匕首在同一的操控下直取首领脑门。猴人首领反应过来后，连忙后撤闪躲，怎料匕首一个直角转弯再次逼近，却不曾想首领竟以风骚的走位躲过了匕首的一次次突袭。此时
时统一停下了攻势，让猴人首领得到喘息。只是当他回头才发现，源源不断制造毒气的罐子已经被破坏。猴人首领气得咬牙切齿，而普通猴人也在这个瞬间得到了命令，他们抄起武器就向统一杀去。可到了统一面前，却又四散开来。不明所以的统一还在不断前进，却不知自己已经被猴人包围。时机成熟，猴人举起吹管，一支支毒针悄无声息激射而出。待到统一反应过来，眼前的毒针已是达到数百枚，他赶忙挥舞云剑为朴俊茂挡下左侧的毒针，可右侧的毒针已经临近，眼看避无可避。关键时刻，统一急忙让朴俊茂卧倒，随后大喝一声发动异能，毒针在统一的操控下勉强改变了飞行轨迹，而魔力的大量消耗也让他瞬间失去了匕首的操控。统一明白了，这些猴人应该是被首领操控的，虽然自己有自保的能力，但带着朴俊茂就不一样了。此时统一下令先退入防御阵地，猴人自然不会让他得逞。眨眼间，无数毒针便悄无声息地靠近。统一凭借对金属的感知敏锐察觉，瞬间回身再次将毒针化解，紧接着纵身一跃进入了防御阵地。看着结界里统一得意的嘴脸，猴人首领便气得牙齿不断发出咯吱的异响。此时统一回过身，表情变得无比凝重，自己的队员都带有大大小小的伤势，朴俊茂更是眉头紧皱。统一队长安明泰已经几乎没有脉搏了。统一四下张望，开始寻找莉莉丝，很快就在角落里发现了他。安明泰马上就要死了，莉莉丝你还在这干什么？看着他不断发抖的样子，统一确定是他的恐慌症发作，但他可是队里唯一的治疗，如果这样下去，那么等待我们的只有全军覆没。统一果断一巴掌扇在了莉莉丝脸上，你想要这里每个人都死去吗？请恢复你的理智。睚眦必报的男人不要惹，捅他兄弟一刀，他便回敬百刀。而面对不争气的队友，男人的做法更是解气，上去就是一个响亮的巴掌，脸上火辣的灼烧感让莉莉丝回过神来。看着统一失望的表情，他终于选择了面对现实，不能因为自己的懦弱而害死战友。紧接着，莉莉丝开始施展治疗魔法，魔力不断的注入安明泰体内。安明泰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不过因为自己出手太晚，导致他流失了大量的血液，所以莉莉丝会竭尽全力把他救活为止。眼见战友性命无忧，统一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接着他大手一挥，队友的匕首受到操控环绕在统一四周。眼尖的朴俊茂已经猜到了统一的意图，没错，这个男人要展开报复了。与此同时的一辆豪车内，一位美妇人收到了一个信息，这顿时让他来了兴趣，打算亲自接见信息中提到的那个人。随后吩咐司机前往了梨泰院。此刻统一举着云剑出现在猴人视线中，他走到了一个提前做好标记的地方，因为只要站在这里，猎物就会主动走进自己的狩猎范围。无数猴人都躲在掩体后观察，可统一双眼一闭，开始感知，一瞬间周围悬空的金属以及形状独特的金属都被统一铭记于心。找到你们了！五把匕首携带着破空声急掠而出，如同索命的毒蛇，不断在猴人群中穿梭。匕首的每一次停顿，都代表着一个猴人的死去。很快，最后方的猴人首领也被匕首锁定，他急忙使用诡异的魔法，将匕首紧紧缠住。统一也感受到了异样，操控剩余的4把匕首前去支援。猴人首领大喝一声，磅礴的魔力宣泄，法阵中涌现出许多触手缠住了剩余的匕首。统一暗骂一声该死，紧接着拼尽全力试图挣脱束缚。警告，一股更强的力量限制了您的金属。这个提示出乎了统一的预料，而在他愣神之际，存活的猴人纷纷向他射出毒针，来不及发动异能，统一将双手护在身前，毒针一股脑扎满了统一的双臂。见状，猴人首领终于放下防备，下达了进攻指令。收到命令的猴人高举武器，开始向统一发动冲锋。统一的嘴角上扬一抹弧度，原来关键时刻他发动了钢铁化，毒针虽然刺穿了衣服，但却没能刺穿统一的身体。而5把匕首在首领放下防备之时，已经被统一取得了操控权。此刻所有的猴人已经向自己扑来，一瞬间靠得最近的猴人迅速被匕首斩杀。统一操控匕首交错旋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旋风，猴人被恐怖的吸力拉入其中，只是瞬间就被切成了齑粉。当风暴停止，数百猴人消失得无影无踪，猴人首领的惊呼打破了沉寂。望着那个人影，他满脸惊恐。这时统一恶狠狠地向他望来，我们前世的账该算清楚了。别人赌上性命都得不到的传说装备，到了男人手里却只能沦为饱腹的食物。原来男人拥有吞噬金属变强的能力，只要吸收了这件装备，那么自己的实力又将迈入新的高度。此刻统一释放的风暴将无数普通猴人吸入其中，惨烈的哀嚎只持续了片刻，猴人纷纷被切成粉末，消失得无影无踪。统一恶狠狠地瞪向猴人首领，我们前世的账该算清楚了。这一幕让猴人首领目眦欲裂，一咬牙催动毒罐发出最大功率，刹那间毒罐中喷出一条毒气瀑布，径直向统一垂落。统一将云剑立于身前，白色的雾气释放，缓缓驱散着毒气。你的挣扎毫无意义，我可是精心设计，特意把你留到了最后。说话间，统一发动金属感知，时刻关注着猴人首领的动向。他意识到，不管不顾扔出的匕首只会被他抓住，必须要谨慎出击。可猴人首领待在原地，没有一点动作。统一正疑惑，地面上骤然探出数条触手向他抓去。原来猴人首领释放毒气，是为了遮挡视线，为这一击做准备。大意之下，统一不慎被触手缠住脚踝。眼见一击得手，猴人首领发出一声嗤笑，随后意念一动，
动将童一拉上100米高空，紧接着奋力一甩，裹挟着五匹劲力将他砸向地面。轰的一声巨响，周围数米的毒气瞬间被震散开来。巨响过后，城市再次陷入死寂。猴人首领本以为大获全胜，正要欢呼雀跃时，身前突然传来一个死神般的声音：“臭猴子，今天可是好几次都差点死在你手里。”童一艰难地将腿拔出地面，若不是关键时刻他将双腿钢铁化，要不然已经粉身碎骨，死不瞑目。一人一猴怒视着彼此，下一秒，猴人首领身影一闪，以极快的速度穿梭在毒雾之中。在金属感知的作用下，童一察觉到身后有金属在迅速逼近，没有犹豫后仰躲开袭来的利刃。他这辈子最鄙视的就是从背后捅刀子。童一大喝一声，裹挟雷霆之势一剑当头劈向猴人首领。猴人首领仓促间提剑抵挡，可剑身传来的恐怖力道让他两腿发颤，僵直在原地。童一趁机钢铁化右是大力沉的正灯闪电般踹向猴人首领。猴人首领闷哼一声，吐出数颗碎牙，紧接着身子如皮球般飞掠而出。童一这一脚击碎了猴人首领的面罩，没了那东西，他便无法使用魔法。此时童一冰冷的声音淡淡传来：“你知道我等这一刻等多久吗？从回归的第一天起，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复仇，你只是我的第一个目标，这也会是你一生最大的荣誉。”下一秒，5把飞刀携带着破空声从不同的方位袭来，划过首领的身体。猴人首领倒在地上，恐惧让他的身子止不住的颤抖。童一没有丝毫怜悯，一把将他拎起，因为他自己失去了一只眼睛，也失去了那个弱小却坚毅的战友。童一高举云剑，无尽的怒意涌上心头，只听一声清脆的剑鸣，钢铁皇帝与猴人两世的仇怨终于消散。童一松了口气，自己终于迈出了改变过去的第一步。突然系统提示，云剑吸收精英怪物的血液，未知气运提升 11%， 当气运达到一定程度，云剑潜在的能力将会开放。同时一个物品从首领身上掉落，当童一看清他的庐山真面目后，瞬间被惊掉下巴。恶魔的地狱火勋章，包含恶魔之力，属于恶魔勋章系列最高等的装备。这件物品在上一世落入了釜山的救世主地狱的手中，拥有地狱火勋章令他的火焰得到了质变，可他最后却死在了亡灵法师的手里，地狱火勋章也被他收入囊中。童一没有丝毫关于那个死灵法师的信息，只知道他和自己一样，拥有依靠特定方式成长的能力。望着这件神器，童一无比激动，想当年自己拼死拼活，可也只是得到了一个最低等的仿制品。趁着毒气还没消失，童一准备将这块勋章吞噬，刚准备塞入嘴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女武神持剑厉声质问童一下士，你究竟隐瞒了什么？”来了来了，钢铁皇帝的桃花运终于来了！不仅引得两大美女争相竞夺，就连平时内向腼腆的莉莉丝，此刻也成了他的忠实小迷妹。就在刚刚，童一解决猴人首领，得到了传说装备恶魔的地狱火勋章。不过这东西只能增强火焰，对自己的金属操控毫无用处。无奈童一只能选择吞噬它来增强实力。就在这时，毒气消散，女武神终于在城市中找到了童一。回答我，你究竟隐瞒了什么？闻言的童一惊出一身冷汗，立马将勋章塞进了裤兜，随后转过身，表现得一脸茫然。副营长，你指的是哪件事？就在这时，不远处走来一位美妇人，她一边鼓掌一边称赞，虽然只在远处短暂观望，但你的战斗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清来人后，童一神色一凝，女武神更是眉头紧皱，这里是军事作战区域，非军方人员不得擅入，请您立刻离开。美妇人无视了女武神的告诫，径直走到童一面前，很高兴见到你，我是青莲公会首都攻略队队长凯瑟琳·尤拉。随后顺势向童一递出一张名片。凯瑟琳不仅是青莲公会会长的女儿，还是一个能操控毒虫的一级觉醒者。可当自己报出身份后，童一却不为所动。凯瑟琳有些疑惑，难道你不认识我吗？殊不知童一见到他后，差点咬碎了后槽牙。原来上一世，凯瑟琳加入了毁灭人类的邪恶组织，女武神也正是惨死在她那密密麻麻的毒虫之下。此刻女武神再次强调刚才的话语，请你立刻离开。闻言的凯瑟琳不爽地扭过头，我们青莲公会可是出了很多的力，你这么着急赶我走，可真是让人寒心啊。就在这时，一辆汽车的鸣笛声打破了尴尬的气氛。大队长金刚石面色阴沉，缓缓从车内走下，他的目光瞥向了周围猴人的尸体。当看见倒在地上的猴人首领，金刚石终于暗暗松了口气。这时凯瑟琳率先开口，好久不见啊，金队长。金刚石潸然一笑，很感谢青莲公会前来支援，但这里毕竟是军事作战区域，如果没有提前汇报就擅自闯入，就算是总理也得立刻离开。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凯瑟琳也不好多说什么，只是离开前，他在名片上留下一个香吻，然后在大庭广众之下塞进童一的口袋。童一下士，记得给我打电话哦。做完这一切，凯瑟琳才心满意足的离去。金刚石没有在意，介于你有击败猴人首领的实力，我决定把清剿剩余猴人的任务全权交给你负责。很快童一便开始打扫战场，这次大家都看不起的猴人，反而却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好在安明泰在莉莉丝的努力下度过危机，平安的被送往了军队医院。一周时间转瞬即逝，童一认为独自复仇还是有些勉强，于是把目光放在了队友身上，并开始了对他们的魔鬼训练。莉莉丝也一改常态，有事没事就会缠在童一身边，这可把暗恋莉莉丝的李明熙愁坏了。反观大队长却激动无比，他想要提拔童一做军官，通过他来创造一种不受等级限制影响的军队文化。童一虽然
然受宠若惊，但却表示要在休假的时候好好考虑。距离休假的前一晚，桐一已经吸收了地狱火勋章，并且获得了新的能力，以身为炉，在胃里形成熔炉，加快金属的吸收速度。不过使用后会对身体造成负担。见桐一许久未出厕所，于是朴俊茂便找了过来。他一脸坏笑地说道：“桐一队长，你一个人在里面做什么有趣的事？”桐一捂着发烫的肚子，下一秒刺目的金光从七窍迸发，金属消化完的瞬间，如同奖励释放的刹那，桐一不自觉地发出一声享受的闷哼。当他反应过来，瞬间懊恼无比，因为这个奇怪的声音已经被门外的朴俊茂听到了。完了完了，难道我就要背上在厕所里做奇怪的事这个污名了吗？第二天的假期如期而至，桐一卸下军装回到了城市，可没走两步，他竟然在街上偶遇了莉莉丝。谁能想到，那位御斥万剑的钢铁皇帝，童年时却也是个任人欺凌的弱鸡。尚未开发出能力的桐一，只是操控一些文具就已经很是吃力，而这种弱小的异能，也注定会让他被人踩在脚下。就在桐一卸下军装回到城市的第一天，没想到会在地铁站台偶遇到莉莉丝。两人虽然坐的同一趟列车，但在回家的路途中却满是尴尬。莉莉丝率先打破沉闷的气氛：“你是不是很久没休假了？你的家人看到你一定会很开心吧？”桐一面无表情，说自己是一个孤儿。这个回答让莉莉丝一惊，一丝愧疚也油然而生。看出莉莉丝的不正常，桐一笑着让她不要担心，因为自己有着一群堪比家人的战友。前世桐一开发出了变强的方法，就此一鸣惊人，成为了部队里的主心骨。每每想起那一幕，都会让他感到无比幸福。很快桐一就到达了目的地，在这4天3夜的假期里，自己必须为未来做好万全的准备。而首先要做的就是搞到大量的资金。在获取资金的路途中，桐一发现城市到处都是 Blue Tree 集团的广告。Blue Tree 蓝树，他们集团的董事长戈登拥有近乎千万亿的身家，不仅贿赂了许多位高权重的官场人，而且绝大部分的觉醒者都收到过蓝树集团的资助。然而桐一的眼神中却流露出无比的憎恨，因为戈登就是前世杀死自己的人。桐一总结过很多败北的原因，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缺钱。好在他已经提前知道了未来的机遇，即使手里那点小钱也能越滚越多。片刻后，桐一便进入了一个叫希望工会的地方，还没进门就传来了争吵声。一个白毛正揪着一个胖墩的领子怒骂：“让我们去活动场地当保安，这种没人要的委托你也敢接？”胖墩唯唯诺诺地说道：“咱们工会已经几个月都没接到委托了，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接到的，要是拒绝咱们可就要倒闭了。”就在这时，一个人推开了希望工会的大门，看清来人后，白毛热情地向他打着招呼，可桐一却没有理会，径直走了过去。这也让白发感到不爽，几年没见，你小子越来越没规矩了呀！高中时的教训难道是忘记了吗？刚上高中那会，桐一和名叫李元哲的白毛是班级里仅有的觉醒者，两人很快就熟络了起来。可当桐一展示自己的异能时，却遭到了所有人的嘲笑。李元哲更是一拳将桐一揍翻在地，就会这2下子，也好意思说自己是觉醒者？开什么玩笑，一个废物装什么蒜？还想像当初那样被我打一顿吗？胖墩连忙上前劝架，可也被李元哲臭骂一顿：“你不想跟这家伙一起死，现在就立马出去！”桐一神色一凝：“想弄死我，你可以试试看。”此言一出，瞬间点燃了李元哲的怒，拳头裹挟着飓风闪电般砸向桐一面门。桐一不躲不避，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可李元哲的拳头却停在面前一动不动，在刹那间数把利刃就将他团团包围。李元哲再前进一步便会被切成数块。僵持片刻后，李元哲的小弟走了进来，他招呼李元哲要错过时间了，现在得赶快出发前往活动场地，完成维护秩序的安保委托。李元哲走后，桐一将日后会暴涨的几个项目都告诉了胖墩。胖墩名叫朴哲秀，是希望工会的会长，也是帮助桐一发现如何提高能力的恩人。不过突然有人说能赚到足以改变人生的钱，无论是谁也很难相信。朴哲秀也一样。桐一拿出了青莲工会的名片、黑虎部队特种部队的名片以及代表部队军官的名片，表示这些消息都是他们为了拉拢自己从而透露出来的。随后桐一微笑着递出了自己的银行卡，这是父母留给我的遗产，一共2000万韩元，服役期间也请老哥帮我投资一下。而此刻的李元哲正带小弟在某公司门口当着保安，不过他始终没有忘记桐一那副嚣张的态度，牙齿咬得咯咯直响。这是一袋蕴含剧毒的金属块，可男人却毫不犹豫地吃了下去，只因男人拥有吞噬金属变强的能力。毒性金属不仅能增强自身实力，甚至还能提高耐毒性，这将在不久后的副本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刻的李元哲还在进行着安保工作，但想到桐一那副有恃无恐的态度，他的牙齿就咬得咯咯直响。然而这一幕却被雇主撞见，你们这群没脑子的冒险者，在这庄严的地方发什么疯？怎料此话彻底点燃了李元哲的怒火，一个勾拳便将雇主打飞3米来高，紧接着将对桐一的恨意一拳又一拳宣泄在了雇主身上，直到雇主彻底没了意识，李元哲这才停手。他喘着粗气，恶狠狠地对小弟说道：“帮我通缉一个人，那个狂妄的桐一。”而桐一在告别希望会长后，来到了一条觉醒者的商业街，在这里会诞生一名传奇矮人铁匠。世界刚出现怪物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可以交流的种族，矮人族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掌握了非常先进的技术，为抵挡传送门里的怪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桐一要做的就是将未来的传奇矮人铁匠收入麾下。不一会，桐一便进入了铁匠铺。这间铁匠铺的主人叫江正斗，由于他的性格
格孤僻，所以被铁匠组织开除。目前收入状况已经陷入困境。见有顾客来访，江正斗冷声说道：“本店只有柜台上的武器售卖，别打其他东西的主意。”童一有些尴尬，但还是点头答应。随后他的目光落在了江正斗正在打造的武器身上，那是一把看起来很粗糙，但未来却斩杀了巨龙的长枪，人们称颂它为龙之枪。就在这时，一个女孩走了进来，她盯着童一有些发愣：“爷爷怎么回事？这家伙是谁？”闻言，江正斗有些恼怒：“你怎么能称客人为家伙呢？”然而童一却并不在意，一些往事也浮上心头。原来女孩正是未来的传奇铁匠江白雪，前世的她与自己并肩作战，却不幸惨死。这一次自己一定要保护好她。此时的江白雪已经把童一全身扫描了一遍，风衣价值10万，靴子价值3万，这让她的态度顿时一转。原来是尊敬的客人啊，您想买什么就尽管告诉我吧。童一有些无语，果然这妮子贪财的性子就没变过。既然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接下来就要获得他的信任。童一在铁匠铺购买了20万的货物，这让江白雪笑得合不拢嘴。天哪，不是客人，原来是尊贵的老板啊！但江正斗却十分疑惑：尊贵的老板，您一看就不是魔法师，为什么要买毒属性的魔法钢铁和密银珠呢？闻言，江白雪连忙将爷爷制止，生怕大老板反悔不要了。而童一却笑着解释：这些东西我非常需要，而且这里的质量好，以后我会经常光顾的。做完这一切，童一回到了旅馆，自己必须要在假期结束前大幅度的增加耐毒属性。随后就见他抓起一块毒性魔法钢铁，塞入了嘴中。您已摄取具有毒性的金属，吸收后耐毒性将会少量提升。童一催动以身为炉，加速金属的吸收。炽热的烈焰不断融化着魔法钢铁，难以忍受的剧痛也在此刻蔓延童一全身。这个过程一直重复了2天，毒属性魔法钢铁已经全部被他吸收，耐毒性也提升到了第2阶段。此时系统提示：恭喜您第一次潜力突破，您获得了特性技能金属粉碎，消耗魔力粉碎一定量的金属。然而不等童一高兴，金属感知就感应到有金属在急速向自己逼近。下一秒，一个男人一拳就轰开了童一房间的大门，此人正是李元哲。原来这2天，他的小弟查出了童一的位置，得到消息，李元哲便马不停蹄地打了过来。在看到童一的一瞬间，李元哲就如风一般扑了上去，可童一只是将手臂金属化，就轻松接住了他的铁拳。李元哲有些震惊，但依旧没把这个 F 级的废物放在眼里。紧接着他一个鞭腿扫来，却被童一躬身躲开。虽然2天前我打不过你，但现在可就不一样了。说着使用金属操控给手臂赋能，一记强有力的上勾拳猛击在李元哲腹部，剧烈的疼痛让他像死狗一样趴在地上。童一顺势问出心中所惑：跟你上学时对我做的相比，那天的事根本不算什么，你为什么还要如此咄咄相逼？然而这种被俯视的感觉却让李元哲怒火中烧，他的小腿上浮现出红色的纹路，这却让童一十分震惊，怒斥道：你不知道在这里使用技能的话会伤到很多普通人的吗？可李元哲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此刻他满脑子只想着杀掉童一，而为了不伤及无辜，童一正准备跳窗转移战场，可李元哲的技能已经释放，一脚狠狠踢中童一的身体，轰隆一声巨响，墙壁被轰出一个大洞，童一的身子也在空中不断的倒飞，避无可避。李元哲的拳头却已经再次轰来。弱小的金属操控却被男人开发到了极致，不仅能将自身转化成钢铁，甚至还能在天空自由的飞行。童一将钢铁化与金属操控结合后，操控自己的身体在空中进行了一个拐弯，这让李元哲十分意外。童一这家伙，他居然会飞！反应过来后，李元哲再次一脚踢来，砰的一声，四周的车辆都被掀翻。然而童一只是操控着身体向后滑行，便轻易躲开了这一击。巨大的声响惊动了旅馆里的住户，他们探出头来向下方观望，才发现是2名觉醒者正在打架。此刻李元哲将腿拔出地面，2次攻击都没打中，让他变得焦急起来。你有本事就别像老鼠一样躲着，就像刚才那样，放马过来啊！李元哲再次欺身上前，使出自己的腿法，虽然快出残影，但始终无法触碰童一的衣角。然而2人交战刮起的飓风已经吹翻了好几台车辆，就连整座旅馆都产生了剧烈的摇晃，像是发生了地震一般。而童一之所以不反击，正是害怕稍有不慎会误伤到普通市民，可这些市民却丝毫没察觉到危险，甚至还发了个朋友圈。李元哲此刻也发现了童一的用意，原来你是因为顾虑这些人才不敢全力出手，那我就只好帮你除掉这些碍事的人。说着，他的小腿上再次绽放出红色纹路，这个举动彻底激怒了身为军人的童一。你是要毁掉这栋楼吗？这里面的人可是跟我没有一点关系。但李元哲已经失去了理智，这群臭虫子惹我生气了，如果你想阻止，那就拼命挣扎吧。闻言，童一仿佛下定了决心，因为李元哲已经没救了。在李元哲全力一击到来的刹那，童一发动金属粉碎，李元哲小腿上的护甲瞬间炸裂，并且打断了他的技能，凄厉的惨叫顿时响彻整座城市。李元哲捂着血流不止的右腿，不断的哀嚎着。童一恶狠狠地询问李元哲，为什么非要做到这种地步？然而嚣张跋扈的李元哲却十分不解，因为拍死一只讨人厌的蚊子，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这个回答让童一所震惊，但他还保持着理智，只是警告李元哲不要再出现在自己面前，否则到时候就不只是废一条腿。第2天清晨，条子已经封锁了现场，当事人童一也被带进了局子，但好在根据围观群众的描述，童一只是阻止了李元哲闹事，被无罪释放。但条子从业以来却也是第一次见到觉醒者之间战斗有毫发无伤的情况。童一莞尔一笑，就是啊，要不是他的护腿突然炸裂，不然我都活不下来。做完笔录，童一便离开了局子，但此刻他的神情却十分凝重，因为
今天不仅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一个门出现的日子。前世在猴人事件后的几天，新闻中播报高铁站出现了一个门，死亡人数更是高达恐怖的745。童一早饭都没吃，便马不停蹄地赶到了高铁站。此刻的高铁站内人山人海，虽然童一想制造一点混乱，让普通市民们撤离，但他不能这么做，因为人群中隐藏着反派，贸然打草惊蛇会让那家伙有所防备。就在这时，一个女孩叫住了童一，那人正是莉莉丝。她有些生气地问道：“听说你昨天进了局子，现在部队里都乱套了，还有你的电话怎么一直打不通？”童一解释电话坏了，但是心里却十分疑惑，因为前世的莉莉丝不应该出现在这里。他看了眼时间，还有1分钟传送门就会开启，现在想让莉莉丝撤离的话，已经没时间了。于是童一对莉莉丝叮嘱道：“过会我发出信号，你一定要跑到一个有防毒面具的地方。”这些话听得莉莉丝云里雾里，可就在下一秒，高铁站的天花板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传送门，腥臭的气体也在一瞬间席卷而出。紧接着传送门里猛地探出一张狰狞的巨嘴，童一赶忙招呼莉莉丝：“就是现在！”男人的金属操控首次大展神威，不仅击败了数名魔法师都束手无策的毒蜘蛛，甚至还扬言要独吞副本所有的奖励。就在不久前，高铁站的天花板上出现了一个传送门，紧接着一张狰狞的大嘴便从里面窜出。童一招呼莉莉丝先行撤离，然后尽快获取防毒面具，可莉莉丝却没有同意，毕竟自己也是一名士兵，即使没有战斗力，也可以负责疏散和救治伤员。虽然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但你一定要活下来。而巨型蜘蛛很快穿过了传送门，落地的一瞬间发出轰隆一声巨响，周围不知情的人终于反应过来，开始四散而逃，而跑得慢的已经沦为了怪物的口粮。与此同时，金刚石因为任命了一名 F 级士兵当军官，正在被上司训话，但他却一直认为低级觉醒者也有成为军官的资质，他不想埋没了真正有用的人才。可这却让上司面色阴沉了起来，仅仅一个眼神便让金刚石不自觉地发颤。而这位上司正是国家觉醒者排名第31，能够施展大范围广域魔法，被世人誉为战斗兵器的崔正哲准将。崔正哲对这件事十分重视，现在退伍士兵都纷纷加入了民间的工会，而区 F 级在咱们部队里都能当军官，那谁还会加入咱们呢？金刚石被这些话怼得哑口无言。就在这时，一个电话打了过来：“报告准将，刚才高铁站出现了门，而且还是不幸之门。”闻言，办公室内的两人都是一惊，因为不幸之门会对玩家施加负面增益，或者在副本里追加困难的规则。与此同时，高铁站已经被一层黑幕笼罩，黑幕的上空有着一个提示：该副本可进不可出，进入该副本等级限制15级，存活条件：生存6个小时，或者击杀首领怪物。而副本内，安保人员已经对巨型蜘蛛发动了进攻，数名觉醒者使用火焰将它困在其中。这时，一个男人询问道：“这个大蜘蛛是什么怪物？怎么从没在图鉴上见过？”然而说话间，巨型蜘蛛突然向男人冲来，眼看巨嘴就要将他吃下。安保队长田万挺身而出，一把将男人推开。眼尖的田万已经看出火焰无法伤到蜘蛛怪，于是招呼队员转换冰冻阵。霎时间，数根冰柱袭来，缓缓地将蜘蛛怪冰冻。但田万却眉头紧皱，面对这种怪物，自己的小队撑不了多久，必须在冰冻期间夺下他的眼睛。田万一跃而起，手中长剑不断汇聚着魔力。怎料就在他靠近之时，巨型蜘蛛突然破冰而出，张开大嘴迎接着田万的到来。眼看田万就要落入蜘蛛怪的嘴中，突然数颗密银钢珠袭来，将田万击飞了出去。出手之人正是童一，他一眼认出这怪物是剧毒盔甲蛛，皮肤是由厚厚的钢铁构成，寻常的攻击很难对其造成伤害。但童一无所畏惧，因为这正是一个确认自身实力的时候。他的眼中迸射出一道寒光，金属粉碎发动，巨型蜘蛛背部的盔甲突然出现2条裂纹。但这还不够，童一又将金属粉碎激发到了最大功率。随着魔力的疯狂消耗，只听扑哧一声，巨型蜘蛛厚厚的铠甲终于粉碎开来。这一幕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这家伙好强啊！而童一的嘴角上扬一抹弧度，凭借这个强度的力量，自己应该能阻止这个传送门，甚至还能独吞清朝的奖励。一想到这，他就止不住的兴奋。嗨，我会把你的铠甲全部拔出来吃掉！童一大喝一声，密银珠受到操控急掠而出，伴随着无数道破空声，密银珠纷纷轰击在了巨型蜘蛛失去盔甲保护的背部。紧接着，童一又操控密银珠交错旋转，像一个钻头扎进了巨型蜘蛛的体内。一瞬间，巨型蜘蛛的内脏仿佛被搅拌机磨碎，只是几个呼吸间就失去生机，倒在了地上。这一切田万都尽收眼里，安保队全员一起进攻，都能毫发无伤的怪物，这个男人竟然独自就击败了。虽然自己见过很多 A 级觉醒者战斗，但像他这么游刃有余的还是第一个。难道这就是只在传闻中听过的 S 级全能吗？田万颤颤巍巍地问道：“请问您是 S 级觉醒者吗？”童一没有回答，只是提醒田万现在还不能放松警惕，因为抬头望去，传送门中赫然又出现了2只巨型蜘蛛。童一的眼中充满了兴奋和自信，刚才的战斗坚定了他的信心。那么这个传送门就由我来阻止吧。
他只不过是个 F 级的觉醒者，却爆发出了 S 级的恐怖实力，只因他将寻常的金属操控运用到了极致，就连让整个安保队都束手无策的铠甲蜘蛛落在他的手里都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正当安保队以为问题已经解决时，童一却让他们不要放松警惕，因为抬头望去，传送门不知什么时候居然又涌出来2只剧毒铠甲蜘蛛。与此同时的副本外围，这里已经集结了数千名部队士兵。不仅如此，就连民间排名第1的青莲公会也倾巢而出。可由于不幸之门的进入等级限制在15级，他们此刻也只能默默等待。这时青莲公会一名新人法师问道：“咱们召集所有的魔法师，使用工程魔法打碎那层穹顶不就行了吗？”可老前辈却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层穹顶是系统创造出来的规则，除非推翻系统，否则就绝对无法打破。片刻后，一架私人直升机和一架武装直升机同时落地，从里面走出的人是部队大队长金刚石和青莲公会会长凯瑟琳。金刚石开口问道：“你们青莲公会有多少15级以下的觉醒者？”听到这个问题的凯瑟琳有些错愕，我们作为排名第1的公会，怎么可能吸纳低于15级的觉醒者？不过你真的打算派支援小队进去，这简直就是送死啊！闻言，金刚石摘下墨镜，满脸肃穆。副本里至少有800个普通人，如果我们只顾自己的性命，那还像话吗？而让金刚石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知道副本里有着一张值得信赖的王牌。此刻童一正在使用技能粉碎着铠甲蜘蛛厚厚的铠甲。就在这时，另一只铠甲蜘蛛趁机向他挥出利爪，然而下一秒一道电芒闪烁，童一控制着身体急速滑行避开了这一击，同时招呼安保队像刚才那样把这个家伙冰冻起来。安保队收到指示连忙释放魔法，刹那间数根冰柱喷射而出，将这只铠甲蜘蛛牢牢束缚在了原地。眼见情况不妙，剩余的铠甲蜘蛛立马向安保队发动了袭击。可就在他要得手之时，几颗密银珠如炮弹般砸来，将铠甲蜘蛛击退。紧接着童一又操控密银珠交错旋转，伴随着一声惨烈的哀嚎，铠甲蜘蛛的身体瞬间被钻出一个大洞。而此刻由于少了一名法师的控制，冰冻的铠甲蜘蛛猛地一震便破开了冰封。可童一却满脸的笑意：“你是着急下去见你的朋友吗？”说着2道寒光从他的眼中迸射而出，金属粉碎发动，铠甲蜘蛛浑身的铠甲在一瞬间炸裂，随后数颗密银珠无情地收割下了他的生命。这一幕被某个反派尽收眼底。可恶啊！没想到我的第1次任务就这么失败。在确定没有了危险后，安保队向童一表达了感谢，并且询问童一的尊姓大名。童一没有回答，而是目光灼灼地扫过每一个安保人员。随后一个疑惑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上一世明明听说隐藏在这里的反派是安保队的一员来着，现在怎么没发现他？想到这，童一决定要提前行动，不能给那家伙制造机会。随后他回答了安保队长的问题：“我的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双重地下城。”与此同时，副本外的金刚石宣布任命李明熙为这次营救作战的指挥官。虽然把你们这些低级觉醒者派到那里，我的心情也很沉重，但是市民的性命就掌握在你们手中，你们一定要尽好保护市民的职责。随后金刚石对李明熙叮嘱道：“投入作战后，如果遇到童一上宾，请你能积极采纳他的意见。”而在高铁站的负1楼，这里果然还有着一个传送门，然而传送门里却有着一个男人，他望着眼前无数怪物的尸体，满是错愕。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怪都死了？不过他知道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只要完成这次的任务，自己就能晋级为正式的反派。原来反派都有着一套任务系统，他的第1个任务是争取时间，直到剧毒盔甲蜘蛛在高铁站筑好巢为止。不过这个任务已经失败了。第2个任务是不择手段屠杀500以上的平民。第3个任务是把邪恶求道者身上得到的道具交给反派联合，这都是其他觉醒者一辈子都得不到的，足以逆转人生的任务，所以自己现在必须沉着冷静。可就在这时，数颗密银珠带着破空声闪电般向男人袭来，眼看就要命中，男人的脚底突然生长出粗壮的藤蔓，将袭来的密银珠尽数弹开。这时他邪魅一笑：“先别攻击，我是高铁站安保队的。”可他的谎言却被童一无情的揭穿：“所以你的计划是先穿上安保服混在市民中，如果还有觉醒者能从蜘蛛手中幸存，你就可以以此来打消他们的疑心，从而轻易的对其进行偷袭。我说的对吧？”梁铁柱闻言的梁铁柱一愣：“你是什么人？你怎么会认识我？”童一嘿嘿一笑：“我不仅认识你，而且还和你很熟，你个该死的反派！”怎料反派一词激起了梁铁柱的杀心，无数藤蔓瞬间蔓延而出，齐齐向童一刺来。我知道你的实力大概在 A 级，但你的那些铁球可对我没用。然而童一的嘴角却疯狂上扬，这一点我也知道，所以我还有克制你的能力。下一秒，这个玩金属操控的男人，他竟然喷射出了火焰。战吧，战吧！钢铁皇帝与大慈树王的异能之战，大战一触即发。就在梁铁柱释放藤蔓向童一刺去之时，童一的身子突然变得虚幻，下一秒他便通过能力操控自己滑行到了藤蔓的攻击范围之外。梁铁柱大吃一惊，他不明白童一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然而令他更想不到的是，童一还拥有飞行的能力，只是一瞬间便随着密银珠飞到了自己身前。紧接着砰砰的声音不断响起，密银珠在童一的操控下不断轰击着梁铁柱。梁铁柱急忙释放藤蔓保护自身，另一边又操控藤蔓阻拦童一的脚。怎料童一一个空中2段跳，轻松的突破重围，紧接着操控
密银珠袭向梁铁柱防守薄弱的侧方。梁铁柱虽然释放藤蔓阻挡住了密银珠，但他却十分疑惑，眼前这家伙的攻击明明对自己不起作用，为什么还要像脑残一样扑向自己？就在他愣神之际，童一已经飞到了梁铁柱面前。见状的梁铁柱大喜，我的能力可是食人目，任何接触藤蔓的活物都会被分解得干干净净。说着，藤蔓延伸出了数根细小枝条，死死缠住了童一的一只手臂。然而童一只是咧嘴一笑，因为此刻他的四肢已经钢铁化。下一秒，童一的口中汇聚出了灼热的烈焰，这是以身为炉的隐藏技能，可以喷射出体内还未消化完的金属。梁铁柱吃惊地瞪圆了双眼，没想到这个操控铁球的家伙，他居然还有火焰的能力。随后梁铁柱连忙开口：“大哥，我正在做任务，如果你放过我，我可以把不幸之门的奖励道具送给你。”然而童一并没有理会，因为上一世他就被梁铁柱的手段耍了。上一世的梁铁柱实力突破到了 A 级巅峰，他的食人目甚至能够轻易地覆盖一个城市，所以被世人称为大刺树王。而为了拯救梁铁柱手里的人质，与他齐名的金属皇帝因此身受重伤。此刻童一的火焰已经将藤蔓屏障烧穿，下一秒汹涌的烈焰袭来，梁铁柱整个身子都沐浴在了火海之中。与此同时，外面的支援小队正在有序地进入副本，只不过进入副本后居然没有见到一个丧命的普通人。安保队长田万解释道：“多亏了有你们部队的队员，我们才能成功疏散了所有的市民。”李明熙询问那个人是不是叫童一，长着刺猬头，而且经常会发出音效。田万对此表示肯定，并且说自己也是按照他的指示行动。但李明熙却十分不爽，那个家伙只是 F 级，而我可是 C 级，所以现在大家服从我的指挥。话音未落，田万第一个跳出来表示不服。我虽然不了解童大爹的等级，但我清楚他完全有资格担任我的指挥官，况且我也是 C 级，凭什么听你的？就在两人争执之时，一个女人慌忙地跑了过来，看清来人是莉莉丝后，李明熙立马就迎了上去，然而莉莉丝却一把将他推开。不好了，不好了！市民们发现这是双重地下城了。另一边的市民们已经引发混乱，你们为什么隐瞒双重地下城的秘密？你们就是想拿我们当肉盾争取时间。警卫队员解释道：“我们只是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而且这些胡话你们是从哪听说的？”市民们如实相告，说是一个脸上有刀疤的警卫透露的，而那个警卫正是梁铁柱。此刻的他一边身子已经被烧得黢黑，但他却十分不甘心，自己为了任务做了这么多准备，为什么却遇上了童大爹这个煞星？下一秒，童一操控密银珠彻底结束了他的生命。就在这时，一座天宫浮现在了他的眼前，紧接着天宫里飞出两个仙女，她们环绕在童一身旁，对他施加着祝福。系统提示：您的体力正在迅速恢复，您收到了隐藏任务，拥有光芒的人，成为世界的黎明吧。由于您阻止了人类叛徒反叛者的阴谋，从而获得了成为人类守护者卫士的机会，这个任务会引导您成为世界之光。您确定要接受任务吗？童一的眼神无比坚毅。嗨嗨嗨，我他妈当然拒绝。仙女下凡，男人却面不改色。世界意志选他做救世主，男人却无动于衷。此刻世界意志再次询问：你真的要拒绝成为救世主吗？童一斩钉截铁地选择了拒绝。虽然成为救世主能得到额外的奖励，但救世主的行为也会受到制约。比如童一经常会发出邪笑，世界意志就会提醒他保持良好的风范。又比如童一要吞噬装备升级，世界意志就会提醒他这是使用的道具，不可以吃。本以为能轻松完成任务的仙女，此刻也被这个回答惊得不知所措，因为他们从业以来还是第一次被拒绝。黄发仙女流露出一丝无奈，红发仙女则是气鼓鼓地瞪了一眼，随后他们便随着天宫一起消散。童一抬手一挥，一个道具便从骨堆中飞出。恭喜你获得了道具阿卡西武器库的2号钥匙，这个钥匙就是梁铁柱不惜屠戮市民也要找到的道具，想必对反派联合来说应该也是必不可少的东西。童一将钥匙揣进口袋，钥匙既然落到了我的手里，那当然得由我来保管。另一边，安保队和救援小队正在极力安抚市民，虽然我们隐瞒了双重地下城的秘密，但我们绝对不会拿你们当盾牌的。童一在不远处就分析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没想到梁铁柱那个家伙死前还捅了这么大个篓子。很快李明熙也开口：大家冷静点，如果不相信安保队，那就相信并跟随。身为救援队队长的我，可你们只派了6个人进来，怎么保护我们这么多人？突然远处的一声大喝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你们在干什么？如果传送门再次爆发，你们一个都跑不了。此话一出，市民们瞬间惶恐不已，但领头的人却解释：因为我们无法相信你们，所以才这样做的。童一只是恶狠狠地告诉市民们，你们不相信也得相信，安保队已经赌上性命战斗了，现在这里除了我们，谁还会为你拼命？市民们一时间被说得哑口无言。可突然李明熙出声怒斥：童一，你这家伙竟然敢威胁普通人，还有你一个人躲到哪里去了？怎么现在才敢出现？我刚刚只是去阻止了双重地下城。这句话让田万肯定了心中的想法，他果然是 S 级的觉醒者。但李明熙压根就不信，一个人阻止双重地下城，你说谎都不打草稿的吗？童一瞪了李明熙一眼，传送门就要再次爆发了，市民们请尽快躲起来，安保队和救援队请跟我来。在童一强大的号召力下，市民们和安保队都在有序地执行命令。朴俊茂也抓住机会，将云剑交到了童一的手中。片刻后，所有战斗人员都聚集在了高铁站门口。童一告诉他们，传送门第一次爆发出现的怪物连图鉴都没有记载，虽然自己和
和安保队勉强阻止了第一轮爆发，但作为不幸之门的怪物，总感觉还缺点什么，所以同一猜测第二轮爆发可能会出现使用蜘蛛毒特性的怪物。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提前佩戴防毒面具，而且高铁站面积不大，毒气如果持续扩散，市民们就会暴露在毒气中，因此我们一定要把怪物引诱到楼外。所有人都听得聚精会神，唯独李明熙却气得咬牙切齿，明明我才是队长，为什么大家都听这个 F 级废物的话？很快同一便开始说明自己的作战计划，当怪物出现时，自己会负责引诱怪物到楼外，安保队和救援队各成一队在外面待命，然后在有掩体的地方攻击自己引出来的怪物，像第一次爆发那样，只需要困住怪物，争取时间即可。一旦自己使用能力剥掉了怪物的铠甲，所有人便集中攻击那个部位进行捕杀。为了提高作战成功率，莉莉丝和队长李明熙得在高处进行指挥。如果队长能用空间扭曲让自己不断移动，我便可以将魔力全部消耗在粉碎蜘蛛的铠甲上。只要莉莉丝不断为队长补充魔力，空间扭曲就可以坚持到战斗结束。而且每一组有危险情况的人，队长也可以通过能力把他转移走。一时间，所有人都望向了李明熙。李明熙捂住疯狂上扬的嘴角，很好，按照你的这个策略，应该可以在不受损失的情况下完成攻略，那就拜托你了。救援队队长商量完战术后，所有人都戴上了防毒面具，等待着门的爆发。突然，传送门开始急速旋转，同一知道爆发要开始了，告诫大家做好准备。砰的一声，一只巨型蜘蛛穿过传送门，猛地砸在地面上。同一邪笑一声，快开始吧，我已经等不及了。可就在下一秒，巨型蜘蛛竟然缓缓起身，最后变成了一个身高50米的人形蜘蛛怪。系统提示：BOSS 已出现，请击败 BOSS。刹那间，同一的兴奋转变成了惊恐，未来竟然改变了。这是重生者第一次对未来产生了迷茫，明明是第3阶段才会出现的 BOSS， 如今竟然提前出现在了第2阶段，而且还打破了团队精心布置的战术。当队友收到同一的撤退命令后，都十分迷茫，可队长还是让大家坚守自己的位置，一定要阻止怪物靠近市民。此时 BOSS 突然转头看见了同伴的尸体，这让他的神情变得无比悲愤，牙齿间摩擦不断发出咯吱的异响。下一秒 BOSS 朝着同一发出一声震天的咆哮，紧接着利爪裹挟万军之力朝他兜头砸下，砰的一声巨响，坚硬的水泥地被砸出一个数十米宽的大洞。好在同一依靠能力迅速躲开了这一击，他意识到是自己的行为改变了未来，如果不能阻止这家伙，这个副本将不会有幸存者。吱啦一声，金属粉碎发动 ，BOSS 头部的铠甲突然炸起一丝电光。然而令同一想不到的是，消耗了1/3的魔力，竟然只拿出了2道细微的裂痕。系统提示粉碎失败，该金属的强度远高粉碎的力量。就在他愣神的一瞬间 ，BOSS 的利爪闪电般袭来，同一操控自己的身体上升了一个身位，险之又险的将其避开。而这一击直接将同一身后的柱子削断，这让他顿时想出了一个办法。虽然成功的概率会很低，但相信李明熙队长一定会看出自己的意图。在上一世的作战中，李明熙通过自己的空间扭曲能力救下了同一。事后，同一对李明熙不断称赞，听说少将您在当军官时就将战术课本的全部内容背了下。原来这并不是吹牛啊！可李明熙并没有因此骄傲，实战战术不是仅凭书中的理论就能掌握的，要想克服空间扭曲只能在后方使用的局限，就必须算好所有战术的细节。而我的每一个战术都是为了生存，从而努力研究出的成果。然而现在的李明熙却只觉得同一是个坑货，这家伙在干什么？为什么不按照计划把怪物引出去？同一此刻还在不断躲避着 BOSS 的攻击，虽然他的魔力已经消耗了一大半，但他始终相信以李明熙渊博的知识，一定会看出自己想做什么。随着高铁站的柱子一根根断裂，李明熙终于看出了异样，同一并不是随意的闪躲，而是刻意把 BOSS 的攻击往柱子的方向诱导。这个坑货难道是想把高铁站弄塌方？随即李明熙招呼莉莉丝，将魔力最大限度的赋予自己，因为接下来自己要创造一个巨大的扭曲空间。此时高铁站的柱子只剩下了最后一根，而 BOSS 眼见多次攻击无果，于是改找围拳，紧接着双拳猛地轰击在地面，整个地面顿时皲裂，无数碎石溅射而出。即使同一飞行速度极快，也避不开这大范围的攻击。就在同一身体僵直的片刻， BOSS 凌厉的利爪已然直逼同一面门。情急之下，同一消耗剩余的魔力将自身金属化，砰的一声巨响，最后一根柱子被削断了，同一的身子也如炮弹般倒飞而出。就在柱子断裂的瞬间，整个高铁站发生了剧烈的摇晃，一道道裂纹不断蔓延，显然不出片刻就要倒塌。同一艰难地站起身，他知道高铁站要塌了，但是还不能让 BOSS 察觉，所以自己必须成为这个诱饵。而此刻李明熙已经气得直骂娘，同一你个坑货，赶快出来啊！你难道不知道现在启动空间扭曲，你有可能会被卷入其中的吗？同一的神情无比坚毅，队长就是现在，要是错过机会，大家都要凉凉。李明熙一咬牙，空间扭曲发动 ，BOSS 的脚底突然出现一个传送门，让他整个身体都跌入其中，而传送门的另一头是高铁站负1楼的最中央。见此一幕，同一淡然一笑，做得很好，我的同伴。下一秒，高铁站终于倒塌，将同一和 BOSS 活活掩埋。
登场了！首位 S 级的觉醒者终于登场，他们竟然可以无视低级副本的等级限制，直接对副本 BOSS 进行降维打击。而在 S 级觉醒者还未出动之前，李明熙便对 BOSS 发动了空间扭曲。空间扭曲的另一头是高铁站的负1楼，不等 BOSS 有所反应，整个高铁站轰然倒塌，将 BOSS 活活掩埋。而充当诱饵的童一也未能幸免，他的骨骼寸断，魔力更是消耗一空，最后童一的身体也只能无力地坠入深渊。临死前，他想起了前世的过往，在一次作战中，虽然击败了怪物，可却丧失了太多的战友，这让童一一度怀疑自己是否有资格担任指挥官。懦弱的表现让一旁的女武神十分愤懑，资格这种东西从来不是谁赋予的，如果你感到迷茫，那就看看周围那些信任并追随你的人的目光。当童一再次睁开眼，他的眼前赫然出现了一抹亮光，同时还有2个人在呼唤着自己的名字，那正是李明熙和莉莉丝。关键时刻，李明熙严重透支魔力，勉强的使用出了空间扭曲，将童一从死神的身边传送了回来。而副本外围的倒计时还在缓缓流逝，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对金刚石和凯瑟琳的煎熬。所有媒体吵着让金刚石发出声明，是否有应对 BOSS 怪物的对策。青莲工会总部也向凯瑟琳发出警告，如果再不能解决这个副本，就撤销他攻略部部长的职位。金刚石向凯瑟琳投出一个求助的目光，凯瑟琳叹了口气，看来我只能打电话叫人了。与此同时，莉莉丝正在全力治疗童一的伤势，她的语气中充满了担忧和责备。童一，你是疯了吗？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而童一此刻已经陷入迷茫，未来发生了改变，他不知道自己知晓的情报到底还能帮助自己到什么时候。见童一没有理睬，李明熙直接揪起他的领子怒骂，你这家伙凭什么单独行动？你以为独断专行是为了大家好吗？绝对不是，战术的基本就是信任，相信队友能在约定的时间完成约定的行动。我问你，从一开始有相信过你的队友们吗？此刻女武神说过的话再次浮现在童一心头，他微微一笑，李明熙队长，感谢你让我找回了自我。李明熙一脸迷茫，童一只是告诉他自己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BOSS 的皮肤是纯钢铁，我们可以使用电击来应对，而且这个战术需要大家一起行动。随着轰隆一声巨响，废墟中突然刮起一阵狂风，随后蜘蛛 BOSS 挥舞利爪破土而出。安保队按照童一的战术开始对 BOSS 释放水流和冰冻，在冰冻魔法还未完成前，就需要有人对 BOSS 进行控制。于是2名安保队员构建出了一个增幅法阵，紧接着朴俊茂将自己的雷电尽数释放，在增幅法阵的效果下，蜘蛛 BOSS 被电得浑身抽搐，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可突然一个男人发出一声怒吼，扩散出的声波让所有人耳鸣目眩，险些就要栽倒在地。此时那个男人径直走到了 BOSS 面前，真是辛苦你们了，接下来哥哥我会看着办的。原来在5分钟前，副本外围的金刚石已经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宣布军方已经派遣了第2批救援队进入不幸之门。得知这个回答，媒体们争先询问，在副本出现了 BOSS 的情况下，又派遣15级以下的救援队，您是打算依靠人数优势攻略副本吗？面对这个问题，金刚石显得十分自信，你们不必担心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因为第2批救援队是不受等级限制的 S 级觉醒者。看着突然出现的高大身影，童一嘿嘿一笑，你可终于来了。张泰山，张泰山被称为拳王，是世界排名第9的觉醒者，不过他有个特殊的癖好，那就是喜欢独享猎物。他只不过是个 F 级的觉醒者，却敢在副本中和 S 级的拳王抢人头，而且抢的还是最终 BOSS 的人头，这也让拳王感到暴怒，因为击杀 BOSS 能得到副本70%的奖励，所以你要怎么补偿我？就在童一的小队困住 BOSS 的时候，作为第2批救援队的拳王终于现身，他第一时间就让所有人撤退，因为自己要独享这个猎物。上一世也是拳王的现身才攻略了副本，而且拳王还得到能让他蜕变为不败战神的终极装备，但是这一世你的终极装备可就要归我了。此刻拳王和 BOSS 已经开战，拳王只是轻轻抬手便接住了 BOSS 携带着万钧之力的利爪，看来你这家伙很擅长打架，不过你的力气还是太小了。说着，拳王的拳套突然迸发出耀眼的光芒，下一秒一束光波发射，直接将 BOSS 击飞数十米远。落地后 BOSS 踉跄地站起身，再望向拳王，他的眼神里已然充满了恐惧。然而拳王只是惊喜地感叹一声，没想到这一击在你身上连划痕都没留下，真是激起了我的胜负欲。拳王脚尖轻轻点地，下一秒便像流星一样飞射而出。待到众人反应过来，拳王的铁拳已然轰击在 BOSS 的面门。与此同时，童一在莉莉丝的治疗下已经恢复大半，随后他便纵身一跃加入了战场。此刻拳王的铁拳已经在 BOSS 身上轰击了数百次，就连 BOSS 坚硬的钢铁皮肤也被打得寸寸崩裂。就在这时， BOSS 胸口的皮肤突然被电芒炸开，拳王不悦地望向出手的人，你不想活了吗？我说过我要独享猎物。童一不屑地吐槽道，是你突然闯入我们掌控的战局，就算你是 S 级也太没道德了吧。说话间，童一已经操控云剑杀向 BOSS， 奶奶地，跟我玩阴的是吧？下一秒拳王爆发出全力，紧紧追赶着云剑的步伐。可恶，我们从生死关头挣扎到
到现在，我绝不允许你夺走奖励。眨眼间，云剑和拳王同时掠至 BOSS 身前，伴随着轰隆一声巨响 ，BOSS 的身影彻底被火光淹没。系统提示：已击败 BOSS 怪物，解除该区域所有限制，笼罩在高铁站的穹顶也在提示声响起的瞬间消散。随后系统又提示，接下来将根据副本贡献进行排名，并按照等级发放奖励。拳王看着自己的奖励，面色无比阴沉，因为他的贡献只排在了第2名。原来最终击败 BOSS 的是插在他心脏的云剑，而云剑也在吸收 BOSS 的血液后，未知的气息得到了些许提升。作为贡献排名第1，同一获得了道具马纳诺的秘密甲胄。该道具是传说之上的英雄级，在注入魔力后，能在皮肤上生成透明的铠甲。此外，他还有一个特殊技能，开启一格亚空间，可以储藏物品。这时，拳王愤怒的声音从一旁响起：“那边的小子，我的奖励去哪了？你最好给我解释一下。”同一吸溜一下，把秘密甲胄缩进了肚子，随后转过头与拳王对视：“什么？你的奖励？是我们阻止了第2次爆发并击败了 BOSS。对于最后出现的你来说，得到2等奖你都要感恩戴德。”闻言，拳王彻底暴怒，因为击杀 BOSS 占奖励贡献的70%，所以不管你们之前做了什么，我的贡献都会更高。为了这次事件，我中断了6个月的闭关修炼，所以你要怎么补偿我？前世让拳王蜕变为不败战神的终极装备，如今却被重生归来的男人捷足先登。可他并没有借此成为新的不败战神，而是一口将其吃进了肚子。这也让拳王感到暴怒，因为为了攻略这个低级副本，自己中断了为期6个月的闭关修炼。要是没能得到一件英雄级的装备，那根本无法弥补自己的损失。所以拳王理所当然地向童一索要了赔偿。面对 S 级强者的恐怖威压，童一却想都没想就选择了拒绝。毕竟这和自己在惨烈的战斗中付出的时间相比，根本不值一提。闻言的拳王终于无法忍耐，带着滔天的气焰猛地一拳砸向童一。可就在这时，凯瑟琳和金刚石同时出现，并且发话制止了两人的行为。两人的出现让交战的双方都愣在了原地。好在童一迅速做出反应，他一把握住拳王的手，真诚地说道：“辛苦您了，张泰山先生，见到您是我的荣幸，没什么事我就先告辞了。”童一转身离去，留下懵逼的张泰山。张泰山反应过来后还想继续闹事，可却被凯瑟琳制止。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现在有直升机进行全国直播，所以请你不要制造舆论。突然空中凭空出现了一个法阵，一名白发老人从中缓缓飞出。拳王，你不是要回去继续修炼吗？怎么还在这里？难道是有什么问题吗？凯瑟琳回道：“副本都攻略完毕了，还能有什么问题？”可看着倒塌的高铁站，老人向着凯瑟琳微微一笑：“既然是青莲工会出手，那肯定没问题的。”闻言，凯瑟琳嘴角一抽，心想这个老头真狡猾。随后，他便向拳王张泰山询问：“像这种难度的副本，你应该可以在不造成任何损失的情况下完成攻略。可高铁站为什么还会变成这样？”张泰山啧了一声：“我不知道，无论是破坏高铁站的人，还是攻略贡献排名第一的人，都不是我。总之，你提出的条件我完成了，所以你也要遵守我们的约定。”不等凯瑟琳细问，张泰山便两脚一蹬飞出了视线。与此同时，听完童一的汇报后，老头质问道：“你的档案上记录的极限操控重量为300克，可你怎么操控了比那重10倍的重量？”随后老头便要求童一与自己换个地方详谈。一路上童一的神情都无比严肃，因为这个老头正是金刚石的上司崔正哲。他不仅强大到被誉为战争兵器，而且足智多谋，成功躲过了死灵法师的多次暗杀。来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后，崔正哲询问童一是否能把隐藏的部分向自己汇报。童一解释自己在击败猴人首领后达成了一个成就，这使自己的能力瞬间得到了提高，不仅操控极限重量提升到了20千克，而且还获得了一些新技能。闻言，崔正哲沉思片刻，因为成就这东西十分罕见，不过他还是选择了相信，这让童一松了口气，因为 F 级也能成长的事，他现在还不能让世人知道。随后，崔正哲夸赞道：“你干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理应得到相应的奖励，所以你有什么想要的道具吗？”童一的嘴角疯狂上扬：“我是有一个很想要的武器，但即使是身为准将的人，也不会轻易交给我。”崔正哲微微皱眉：“即使是我也不会轻易交出的武器，所以到底是哪件呢？”“就是您众多英雄级道具之一的复刻弓。”闻言的崔正哲扑哧笑了出来：“你小子胆子是真的大，不过我答应你，但是得等到你胸口多一道杠的时候。你现在的实力应该有 C 级吧？那我就先将你特别晋升到兵长，希望你不要让我等太久。”童一十分无语，这个老头真是狡猾，瞬间就转移了话题。不过没有暴露自己的秘密，也算万幸了吧。几天后，童一还躺在部队的医疗室养伤，而马纳诺的秘密甲胄也还剩16个小时完成消化。突然，支援小队的队友们围了上来，他们也都是1级 F 级的觉醒者，想寻求童一对自己进行训练指导。就在这时，重伤的安明泰出了 ICU 后，立马回到了部队报道。童一见状，一把将其抱住：“你小子来的真是时候，正好赶上了训练时间。虽然这些家伙经常让自己担心，但是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把自己的后背交给他们，应该也不错吧。”到手了，到手了！英雄级武器复刻弓终于到手了。事实上，它并不是一张弓，而是一支戟。就在童一攻略了不幸之门后，之前被猴人重伤的安明泰，此刻也已经恢复了过来。他刚回到部队报道，就立马被童一拉去训练。童一将队员们带到 C 级以下禁止使用的训练场。F 级的队员们光是看到里面的景象，就被吓得双腿打颤，瑟瑟发抖。童一对此只是微微一笑，随后便无情地将大门合上。不一会，训练场里便传来了惨叫和求饶。然而闻言的童一笑意却愈加浓厚：“对不起了，兄弟们，这毕竟是能最快
提升实力的办法。把门锁好后，童一来到了小卖部，本想着为队员们买点补给，没想到却意外遇到了女武神徐银夏。见状的童一立马上前敬了个礼，徐银夏严肃地靠了过来。经过他对不幸之门事件的缜密思考，他认为童一似乎还有所隐瞒。童一无语地表示自己有什么可隐瞒的，怎料徐银夏接下来的话却彻底让童一震惊，因为他看出自己对时机的掌控完美无瑕，就仿佛是提前知道的一样。就在童一不知该怎么解释时，部队广播中播报，请士兵童一立即前往大队长办公室。刚松口气，徐银夏却严肃地说道：“虽然不知道你有什么目的，但我会时刻关注你。”很快，童一就敲响了大队长办公室的房门，在得到允许后，他便走了进去。没想到里面的人却再次让他一惊，只见自己的顶头上司正在批评着自己的上司。在两人看到自己后，崔正哲一脸忧愁地说道：“最近灵动区出现了一个红色地下城，本来归青莲工会处理，却不曾想他们派出的3波攻略队都全军覆没，因此那个地下城的级别被判定为了困难3级，需要2个以上的组织共同应对，而且它的进入等级限制在了18级，是一旦进入，在没攻略完成前就不能退出的僵尸副本。”这则消息犹如重磅炸弹，狠狠击中童一心巴，因为这是他的记忆中没有记载的事，而他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那个被号称一个人的军团的死灵法师。崔正哲在讲述完后无奈一笑，心高气傲的青莲工会把大批新秀都派了进去，虽然我们部队不一定要出手帮忙，但我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童一知道这是在让自己选择，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童一选择了接受，因为这个副本与死灵法师有关，自己一定要探查清楚。不过他也顺势提出一个请求，以我目前的实力，攻略红色地下城似乎有些困难，如果能有上次提到的复刻弓在手，我相信我一定能攻略成功。复刻弓是亚瑟王曾使用的唯一一支不会射偏的箭，它拥有惊人的精准度和魔法无效化的特性，但由于使用后很难回收，所以它事实上是一次性的武器。不过自己能操控金属，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崔正哲在听闻童一想要自己收藏的宝贝后，顿时猖狂地笑了出来：“你这家伙胆子真不小，那么失败时的风险你也要全部承担。”童一自信一笑，并表示：“风浪越大鱼越贵，不是吗？”童一并不是无理地提出这种要求，他知道这是崔正哲与青莲工会会长较量，如果自己攻略成功，就意味着部队一个普通士兵战胜了青莲工会精英玩家，从而在往后与青莲的气势之争中也会占据优势。对崔正哲来说，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不是赔钱买卖。离开大队长办公室后，童一终于打开了训练场的大门。原来训练场里面关押着一只 C 级怪兽，不过已经被队员们合作击败。此时朴俊茂自信心爆棚，他表示 C 级训练场也不咋地，自己现在有信心完成任何任务。闻言，童一的嘴角上扬一抹弧度：“如你所愿，咱们支援小队要单独出任务啊。”这个小兵竟然对旅长夸下海口，表示自己必定攻略这个无意生还的红色副本，可前提是旅长能拿出自己珍藏的复刻。红衣得到星星念的武器后，当晚他便带着队员们前往了目的地，只是他们一到来就遭到了青莲工会强烈的漠视。一个成员向队长说道：“听说这支支援小队都是低等级的觉醒者，恐怕会严重拖咱们的后腿。”队长也考虑到了这点，所以他下令一进入副本就抛下他们单独行动。很快青莲工会就派出了人接待童一。童一在得知还需要商量作战计划后，他便单独前往面见青莲工会负责人。负责人是凯瑟琳，他猜到了童一肯定会参加这次行动，并对上上次见面隐瞒自身是 F 级，又得到了自己的名片而感到不悦。童一无语地说道：“我又不想要，是你强塞给我的。”闻言的凯瑟琳一时间无法反驳，于是干咳2声说起了作战计划。由于这次攻略你们只是陪衬，所以在进入副本后不要妨碍我们的成员，你们只要躲在一边看着就行。但童一可不会乖乖听话，他认为部队和青莲有同等的攻略权。可这次凯瑟琳却笑了：“听你的意思，你们还想干掉 BOSS 不成？”面对质疑，童一当即提出一个赌约：如果支援小队能比青莲先干掉 BOSS， 您就要满足我一个要求。闻言的凯瑟琳当即接受：如果你输了，你可就要赔命。童一也爽朗的接受，他不知道凯瑟琳有什么目的，但他清楚副本里的东西自己一定要得到。几分钟后，青莲工会开始陆续进入副本，而支援小队进入的时间被安排在了3分钟后。当他们进入后，纷纷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变成僵尸的上一批攻略队正在撕咬青莲工会的成员，很快青莲工会的成员就伤亡一半。童一见状，本想带领小队绕道而行，可突然一只巨脚挡住了他们前进的路线。众人将头抬高180度才看清，巨脚的主人竟然是个身高100米的僵尸王。系统提示：BOSS 怪物僵尸王已经现身。僵尸王瞬间伸出无数利爪，齐齐抓向下方的支援小队。支援小队众人抄起热武器一阵突突，将所有利爪拦截。原来他们装备的子弹拥有神圣之力，可对僵尸王来说，顶多只有橡皮弹的破坏力。不过童一强调，僵尸是根据听觉寻找敌人，所以只要干扰僵尸的听觉，他们就找不到我。在众人抵挡利爪的时候，一名拥有狙击异能的成员瞄准了 BOSS 的耳朵，在无数子弹的轰击下 ，BOSS 的左耳暂时失去听觉。与此同时，队员又向右边扔出2颗土豆，在土豆爆炸产生的巨大声波下 ，BOSS 的右耳也暂时失去听觉。现在 BOSS 暂时无法造成威胁，可土豆产生的巨大声响却吸引来了许多僵尸。童一当
当即发动能力操控多把武器，在强大火力的覆盖下，僵尸们也只是被拖延了片刻。童一随即操控武器飞向远方，不断制造声音引走僵尸群。虽然现在引走了僵尸，但童一却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那就是僵尸的数量太少了。而暗中一个男人始终注视着支援小队，看见童一的表现后，他嘻嘻一笑，看来进来了个有趣的家伙。很快支援小队就探索到了副本深处，这里没有任何设施和僵尸，让童一感到十分疑惑。可突然他却是凭借金属感应察觉到了陌生金属的靠近，唰的一声，一把匕首被童一射向了附近的树后。好在树后的人及时求饶，童一这才堪堪刹住。树后的人慢慢从透明变得清晰，这是他们能力隐身。他介绍自己是第3批攻略队的幸存者金泰贤。童一用实物从金泰贤的口中得知，国内一个大人物向各个工会秘密求助，他的孙子带着英雄级武器阿克琉斯之矛死在了该副本之内，谁能带出自己孙子的遗体和阿克琉斯之帽，就给予该工会巨额赞助。得知青莲工会的首要任务后，童一终于明白了凯瑟琳的目的。不过这么好的宝贝，恐怕是要落进自己的口袋了。这个男人会隐身，却不干隐身后该干的事，只因他正处于地下城内被僵尸追杀，而和他一同进来的伙伴也早已转变成了僵尸，无意生还。好在男人隐身了3天3夜，终于苟到了下一批攻略队的到来。可他怎么也想不到，眼前的攻略队和自己是竞争关系，他们只是用一包军粮就套出青莲工会想要回收阿克琉斯之矛的目的。正当童一产生私吞长矛的想法时，他的金属感应却突然察觉到了大量金属的靠近，细数之下，抑制金属的数量更是达到了120只多。原来暗中观察的神秘人见童一停下步伐，于是召唤出了大量僵尸，准备给自己找点乐子。童一察觉到危险后，便立马下令让队员们实施 C 计划。队员们心领神会，立马就磕下了回蓝回血药水。而不知情的金泰贤还在焦急地询问什么是 C 计划。不等众人解释，身后突然传来了万马奔腾的脚步声。童一一人挡在队伍最后方，同时命令众人赶快撤离此地。然而神秘人此时却不屑地嗤笑一声：“难道你们想出来的战略就是牺牲队员做诱饵吗？可如果诱饵被秒杀的话，那不就起不到任何作用？”此时童一操控无数钢珠迎向僵尸大军，僵尸狼在被钢珠砸中后纷纷发出哀嚎，童一顺势又将钢珠划进僵尸狼的嘴中，紧接着金属粉碎发动，刹那间钢珠就爆炸成无数锋利碎片，将僵尸狼头部扎成了筛子。循环这个套路，童一不一会就击败了大半的僵尸狼。见此情形的神秘人微微皱眉，原来那是蕴含神圣之力的钢球，只不过发出这么大动静后，其他僵尸听到一定会很兴奋吧。果不其然，所有的僵尸连同僵尸王纷纷转头望向爆炸的来源，随即僵尸王便一声怒吼，命令所有僵尸向那个方位杀去。而毫不知情的童一此刻已经解决了僵尸狼，可当他再次发动金属感应，却是一惊，在不远处他发现了非常高等级的金属，而那个模糊的身影似乎是一个人。此时童一的心中产生无数念头，或许他就是那个人。这时神秘人身旁的狼人一跃而起，瞬息间就出现在了童一头顶，并展开攻势。童一发动金属组合技贴地飞行，可神秘人却召唤出了更多的狼人，想要将童一拦截。童一以轻伤的代价脱离重围，眼看魔力所剩无几，他只能施展出最后的手段。下一秒，所有钢球爆炸后的碎片缓缓汇集到了空中，在童一金属操控的赋能之下，一场密集细小且锋利的钢针雨落在了僵尸狼群中。经过一阵此起彼伏的哀嚎后，眼前的僵尸终于被消灭殆尽。就在这时，逃跑的队员制造了更加剧烈的爆炸，赶来的僵尸王瞬间被吸引，改变了追杀童一的路线。金泰贤对支援小队的骚操作感到不解，咱们好不容易逃出来，又去招惹僵尸王干什么？朴俊茂解释，这就是我们的 C 计划，引诱僵尸，使其远离童一队长的欺诈战术。当看到僵尸王离开，神秘人瞬间明白了童一的战术，原来这家伙一开始就不是诱饵，他是真的打算攻略这里。喃喃过后，他终于难掩笑意，因为在他看来，这实在是太有趣了。神秘人的真实身份竟然是吸血鬼，而且还拥有英雄级武器阿克琉斯之矛。即便如此，他还是败在了这只必定命中的剑指下。当他明白童一想要攻略这里后，竟然隐隐发出笑意。他非常好奇，这种有趣的人的血液是什么滋味。而尸堆中的童一也在打量着神秘人，他不清楚神秘人进入副本有什么目的。更重要的是，神秘人竟然能够召唤僵尸。索性童一便问了出来：“你这家伙是死灵法师吗？”怎料闻言的神秘人却露出了诧异的神情。诧异过后，神秘人突然爆发出强烈杀意：“你怎么知道死灵法师的存在？你究竟是什么人？”这个反应出乎童一的意料，难道他不是那个家伙？见童一没有回答，宠物黑蛇吐出一把黑金武器，神秘人一把握住，便向童一发动雷霆一击。情急之下，童一举起双臂抵挡，顿时发出一阵金铁交鸣之声。好在童一吞噬秘密甲胄获得了透明铠甲，要不然这一击必定能斩断自己钢铁化的手臂。眼看不敌，童一立即发动组合技拉开距离，同时操控一把匕首偷袭，防止神秘人追击。此时系统提示回蓝回血药水剩余时间不足 50%， 童一意识到自己必须尽快将其击败。就在神秘人抵挡匕首的刹那，
同一瞬间操控无数钢珠碎片，从四面八方无死角攻击神秘人。怎料神秘人的宠物黑蛇竟然盘旋而上，为神秘人挡住了绝大部分的伤害。这时部分击中神秘人的碎片，竟然开始了灼烧他的皮肤。同一瞳孔巨震，会被神圣之力所伤的人类，只有吞噬玩家的玩家，他们被称为吸血鬼。这时神秘人甩手将碎片震落，随即他愤怒地说道：“看来你不想回答我的问题，要是被斩断四肢，我看你还说不爽。”话罢，神秘人将长矛对准了同一，同时矛尖不断吸收魔力，正是解放英雄级武器真正的力量。同一心头一惊，因为他已经猜出了，这就是青莲要寻找的阿克琉斯之矛，而且在长矛释放真正力量的状态下，秘密甲胄融合钢铁化也无法阻挡。同一握紧拳头，他将复刻弓藏在了袖管里，不过只有一次机会，如果不成功，自己就完了。这时阿克琉斯之矛终于蓄能完毕，神秘人凌空一枪直直刺向同一，然而这只是佯攻，一股充满毁灭的黑色能量突然从枪尖射出，却被同一预判躲过。与此同时，同一的云剑悄无声息出现在了神秘人头顶，可就在攻击落下时又被宠物黑蛇抵挡。神秘人傲慢地说道：“你的小伎俩对我没用。”随即他便释放黑色能量在战场横扫，同一俯身堪堪躲过危机。现在他已经处于完全的劣势，远程攻击有黑蛇抵挡，再加上阿克琉斯之矛，自己甚至连接近距离都做不到。看着不断闪躲的蝼蚁，神秘人再次怒吼道：“那位大人绝对不会被世人知晓，你究竟是什么人？”无奈同一只能回答他的问题：“我只是一个小兵。”接下来同一通过不断的对话分散着神秘人的注意，直到神秘人走到了一个特殊装置的附近。没错，这是一颗指向性地雷。同一使用能力远程遥控起爆器，伴随着轰隆一声巨响，无数携带着神圣之力的钢珠被发射而出。然而爆炸中心只传来黑蛇的嘶吼，待到烟尘散去，黑蛇彻底失去行动能力，而神秘人却只受了点轻伤。他不屑地嘲讽道：“我可是被那位大人选中的人，区区这点炸药能奈我何？”然而装备不能超过3秒，复刻弓裹挟着无匹劲气，猛地刺入神秘人胸膛。下一秒，神秘人连人带剑被牢牢钉在树上。他满脸的不可思议：“怎么可能？这竟是我连肉眼都看不见的速度！”原来复刻弓的特性是追踪目标无条件击中，并无视目标的魔法防御。神秘人想要将剑拔出，可一股力量却让剑矢纹丝不动。红衣露出了和蔼的笑容：“别担心，我不杀你。不过现在轮到我提问了。如果无法杀死吸血鬼，那就让他一直流血，因为这样会比死亡更加痛苦。”就刚刚，红衣使用复刻弓制服了神秘人，神秘人试图将剑拔出，却被一股莫名的力量阻碍。红衣笑着说道：“我不杀你，不过现在该你回答我的问题了。”神秘人面露不屑：“杀我？你以为这种破剑能杀得了我吗？”红衣默默加重剑矢的力道，神秘人随即便发出杀猪般的惨叫：“我的剑没有神圣之力，所以你不会马上就死，但你们吸血鬼要是一直出血，所感受到的痛苦就会远超死亡。”闻言，神秘人也感受到了害怕，因为同一说的确实是事实。这时同一问出了第一个问题：“你与阿克琉斯之矛的主人是什么关系？”神秘人忍着疼痛嘶吼道：“他只不过是食物而已。”介于神秘人回答的态度，同一再次加重了剑矢的力道。随后他问出了第二个问题：“你知道死灵法师真实的身份吗？”神秘人咧嘴一笑回答道：“那位大人可能是你的战友，也可能是你的家人，他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存在。”同一很快就猜出，神秘人根本没见过死灵法师，因为他是一个渴望得到认可，如今却说出了拐弯抹角的话。同一还想继续提问，却没注意黑蛇已经恢复了过来。神秘人心中大喜，随后含妈量极高的话语脱口而出，试图吸引注意。可就在黑蛇发动袭击的瞬间，一杆黑金长矛从天而降，径直将黑蛇头颅贯穿。这正是英雄级武器阿克琉斯之矛，它的效果能使伤口极难愈合。另一边，支援小队已经吸引走了僵尸大军，朴俊茂还想继续制造响声，却被一人阻止。金泰贤沮丧地说道：“留下的那个人估计已经完了，我们现在真的得躲起来。”可朴俊茂却坚信队长不会失败。在与同一分离前，他特意留下了一颗指向性地雷，如果地雷不爆炸，就说明他还没使用最后的手段。突然，同一的方向传来轰隆一声巨响，有队员听出了这就是指向性地雷的声音，所有人的神情立马变得紧张起来。最后的手段被使用，他们现在已经无法确定同一的生死。正当众人准备回去救援时，他们所处的位置突然变得虚化，不出片刻，一座城堡拔地而起。系统提示：僵尸王城恩达科已诞生。支援小队迷茫地环顾四周，刚才发生了什么？突然，一个队员惊恐地指向前方，只见一只僵尸从虚无中凭空诞生，不一会数量就达到了上百。朴俊茂抬手示意众人不要发出声音，可金泰贤却被吓破了胆，随即开始玩命的狂奔。他发出的动静瞬间吸引了僵尸的注意，见僵尸一步步靠近，朴俊茂只能下令开火。另一边，同一解决黑蛇后，突然察觉到了可疑的地方，明明外面有青莲工会驻守，你是怎么溜进来的？神秘人微微一笑：“这个地下城是我开启的，我当然一直就待在里面。”闻言，同一倍感震惊，神秘人的意思是传送门可以人为开启，这可是他2辈子都不曾知晓的情报。突然，神秘人的戒指开始闪光，这是地下城第2轮爆发的提示。下一秒，他与同一之间的虚空开始变得虚化。同一意识到这是有地形正在生成，再这样下去，不仅是这家伙，
自己连复刻弓都要失去。在地形生成的前1秒，红衣无奈将复刻弓收回。系统提示：僵尸王城恩达科创建完成，地下城入场等级提升至30级。这时墙后传来神秘人的大笑声。等到巨变结束，你就会体验到我设计的世界带来的真正的恐惧。与此同时，僵尸王回到了自己的城堡，这里面存放着他的双眼。在僵尸王得到双眼的刹那，所有僵尸也都发生了异变，他们不再依靠声音所敌，而是拥有了视力。系统提示：光明和黑暗的统帅僵尸王巴隆萨麦迪正式降临。僵尸王找回了自己的眼睛，从此不再是只靠声音所敌的铁憨憨。就在刚刚，红衣与神秘人之间突然生成了建筑物，神秘人借此机会脱离了魔爪，同时大笑道：光明与黑暗的统帅即将降临，他会陷进你的队伍，从而开启进入人类世界的通道。有能耐你就去阻止他吧。听完神秘人的话，红衣不顾一切地冲向僵尸王城，可王城外围有着数不尽的僵尸守护，红衣索性消耗魔力充能阿克琉斯之矛，毫不犹豫与僵尸大军交战在了一起。与此同时，僵尸王城中生成了3个奇怪的陶罐，支援小队疑惑之际，僵尸王却是突然出现，他打开了其中的一个罐，里面存放着他的双眼。僵尸王获得眼睛的刹那，所有的普通僵尸也都恢复了视力，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藏匿起来的朴俊茂。被发现的朴俊茂无奈发动反击，僵尸王也被枪声吸引，他缓缓抬起右手，几条骨链飞射而出。可就在骨链要击中目标之时，一股强大的火力却将他压制了回去。身后突然出现了2个队友，并且喊道：快走，我们撑不了多久。无意中一些子弹射向了陶罐，僵尸王猛然闪身，将子弹尽数抵挡，显然这是十分重要的东西。这时朴俊茂下令全员后撤，同时把所有的手雷都扔出去。随着轰隆一声巨响，僵尸王城顿时被一片火光淹没。烟尘消散后，僵尸王微微一愣，他收到了一条提示：僵尸王巴隆萨麦迪的降临仪式被打乱。当他转身，这才发现一个陶罐居然失去了踪影。与此同时，队员金太阳正抱着陶罐逃命。朴俊茂焦急地询问：你为什么要拿着这东西？金太阳解释：我感觉这东西对僵尸王很重要，所以就用能力偷了过来。说话间，僵尸已经快要抓到金太阳，可突然一阵密集的火力再次将僵尸阻挡。原来支援小队的众人逃进了死胡同。朴俊茂下令拖住僵尸，为队友安装炸药争取时间。当炸药安装好后，所有人都躲在了安明泰的盾牌后面。随后又是一声巨响，伴随着冲天的火光，追来的僵尸大部分都被歼灭。虽然挡住了后续僵尸进来的路线，可支援小队的众人也被关在了里面。然而就在这时，一根骨链突然穿透了墙壁，仅是片刻，墙壁就被钻出个大洞。紧接着，僵尸王的身影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在看到心心念的陶罐后，僵尸王情不自禁露出了和蔼的微笑。然而这个微笑却吓得众人浑身颤抖。完了，咱们马上也要变成僵尸了。可就在众人都以为要交代在这里时，一个声音却是吸引了全场的目光。让我看看是哪个家伙在欺负我的队友。僵尸王获得眼睛，恢复了视力，并且对支援小队的成员展开了追杀。可就在关键时刻，童仪终于现身，大喊道：谁在欺负我的队员？僵尸王回头发现是一个人类，抬手操控骨链准备发动攻击。可突然他注意到了童仪身旁的陶罐，生怕有什么闪失，不得已僵尸王只能悻悻收手。面对僵尸王疑惑的行为，童仪感到十分不解。他打量四周，只发现了一个陶罐，难道是因为这个？失神的片刻，僵尸王已经奔袭而来，并且抬起巨脚要将童仪踩扁。童仪发动组合技开始贴地飞行，然而僵尸王的骨链接踵而至，让他应接不暇。好在队员们拆开背包，放出了大量的补给和钢珠。童仪在抵挡攻击的同时，拿到了一瓶回魔药水，服用后他的压力一扫而空，感觉还能再战300回合。有了魔力，童仪开始操控钢珠向僵尸王发动反击，却没想到僵尸王身前有一种玄奥的屏障，即使加上云剑也难以突破这道防御。而僵尸王随手一抓就缴获了云剑，同时又释放出骨链，不断攻击着童仪。队友们看得心急如焚，于是举起了陶罐，狠狠地摔在了地上。随后一个漆黑的肺出现在了众人眼前，僵尸王双眼一眯，预感到了不妙，随即改变目标，骨链朝着队友们爆射而出。见僵尸王如此在意这东西，队员直接抄起武器刺了下去。一瞬间，僵尸王如遭重创，气息也在不断衰弱。他转头看向那个仅剩的陶罐，里面装着他的心脏。僵尸王没有犹豫，选择融合心脏，这让他的气息重回巅峰，甚至还在不断的攀升。系统提示：僵尸王巴隆萨麦迪的降临强行重启。然而童仪没有畏惧，反而是无比兴奋。结合内脏和陶罐，他的脑袋轰得炸开，这不就和木乃伊的李藏翁差不多吗？如果类似，那心脏里就有着他的灵魂。由于之前僵尸王仗着有屏障疏于防范，童仪果断地发动了复刻弓，一瞬间复刻弓的无视魔法抵抗特性，便轻易突破屏障击中了心脏。僵尸王略微感到错愕，却又微微一笑。系统提示：僵尸王的身体因降临效果在迅速恢复。童仪举起阿克琉斯之矛，让他先别急着笑，因为接下来的才是主菜。下一秒，充满毁灭气息的阿克琉斯之矛被猛地投掷而出，不仅彻底击碎了心脏，而且其附带的特性还让心脏难以再生。僵尸王发出一阵绝望的怒吼，随后操控骨链要将这个人类碎尸万段。童仪刚想发动组合技，却发现魔力已经消耗一空，这不是要完蛋了吗？
僵尸王的心脏明明已经被击碎，可他不但没死，还向凶手发动了饱含怒火的反击。同一本想发动组合技闪躲，却不料魔力已经消耗一空，他心里暗骂这下要完蛋。可就在古炼要击中他时，一名队员挺身而出挡在了他身前，并且开启了护盾技能。砰的一声巨响，安明泰举着盾牌被古炼震得连连后退。缓过来后，他转过头询问童一有无大碍。童一略微有些震惊，表示自己没事。不过你新学会的技能真帅。在进入副本后，所有人的等级都以惊人的速度提升，而安明泰在刚刚达到了20级，于是解锁了护盾技能。可当他向童一说明白后，却换来了一顿谩骂。你说你只凭一个没用过的技能就冲了上来，臭小子，你可差点丢了小命。就在这时，僵尸王再次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系统提示：由于收到持续伤害，强制进行的降临已被取消，警告您的身体正在崩坏，即将回归死亡状态。看到这，僵尸王目眦欲裂，他使出浑身解数，打算在生命的最后拉几个垫背。一瞬间，古炼如狂风骤雨无差别的轰炸。红衣下令让所有人分散干扰僵尸王的视线，撑到自己恢复魔力。然而子弹很快就用光了，无奈队员们自发充当诱饵，为童一吸引火力。看到这一幕，童一只能咬牙切齿地望着面，直到魔力恢复到19%，他知道已经不能再等了，于是发动组合技开始接近僵尸王。在这过程中，他不断分析僵尸王的弱点，如果击败他的方法是破坏他的内脏，那最后一个内脏就是他的眼睛。咻的一声，红衣召回了云剑，并且直接飞到了僵尸王面前。紧接着又是咻的一声，隐藏在童一身后的复刻弓发动，瞬间击碎屏障，没入了僵尸王的左眼。红衣穿过裂缝来到了僵尸王的右眼，举起云剑，使出全力扎了进去。系统提示：已猎杀僵尸王巴隆萨麦迪。云剑未知的气运提升至49%。话音一落，僵尸王巨大的身影也随之倒下，众人都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我们居然真的干掉了僵尸王！在僵尸王的身体里，童一得到了一个掉落物——神话级装备光与暗的王冠。他仔细打量，发现是前世记忆中都没记载过的道具，而且也没有解锁特殊功能。突然，整座僵尸王城开始了剧烈的崩塌，看来是要自毁了。红衣赶忙下令所有人撤离。与此同时，副本外围，凯瑟琳满脸愁容。现在副本的等级提高了这么多，以我们目前的能力，如何能攻略？突然，副本入口开始了剧烈的旋转，这是即将关闭的前兆。凯瑟琳疑惑地望着入口，难道是攻略队成功攻略了？然而就在传送门关闭的前一刻，活着出来的只有一群部队的士兵，所有人都震惊地撑圆了嘴，怎么只有他们？而此刻的支援小队，每个人都在庆幸自己能活着回来。这时，童一大喝一声：“到此！”全员完成了红色传送门的攻略任务，大家都辛苦了。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凯瑟琳终于相信是区区几个小喽啰攻略了红色传送门，而队长童一又究竟是什么人？此刻画面中出现了一个被所有人遗忘的金泰贤，在收到通关提示后，就一直在寻找出口，可过了几个小时，他还是一无所获。然而就在下一个转角，他仿佛遇到了爱。静止片刻后，金泰贤艰难地张口询问：“你知道出口在哪里吗？”此刻吸血鬼已经十分虚弱，他非常的渴望鲜血，只是一个闪身就出现在了金泰贤身后。饱餐一顿后，他的气色略微恢复，不过始终不变的是那眼里的仇恨。军人小子，我会让你所有珍视的东西被鲜血染红。只要现世就会引起血雨腥风的神话装备，可男人却毫不犹豫地吃进了肚子，只因男人拥有吞噬金属变强的能力。吞噬神话装备不仅能领悟技能，还能提升自身实力。就在刚刚，支援小队通关了僵尸王城副本，不仅全员生还，还获得了阿克琉斯之矛与光与暗的王冠。看着传送门彻底关闭，凯瑟琳不死心地向童一询问：“我们青莲工会的人怎么样了？”童一有些惋惜，说到：“我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全部牺牲了。”可凯瑟琳却认为这绝不可能，因为没有青莲的协助，你们根本不可能完成攻略。闻言，童一神色有些不悦，说到：“等副本结果分析出来后，你自然就知道了。”这时凯瑟琳态度一转，她想起了一件更重要的事，于是再次问道：“你在副本里见到过长矛类的武器吗？”童一知道他说的是阿克琉斯之矛，不过那东西已经是自己的战利品，他只能支支吾吾地说没看见。凯瑟琳还想继续试探，却被童一打断：“比起那些，您似乎在回避我们之前的赌约，想必您身为大人物不会耍赖，等我下次想好需要的东西再来找。”话罢便转身离去。见状，凯瑟琳连忙扯住童一的衣角，大喊道：“你干脆来我们青莲吧，我保证给你 S 级觉醒者待遇。”可就在这时，他们面前出现了一个法阵，童一的上司崔正哲从中缓缓飞出，在看见凯瑟琳的举动后，他微微一笑：“你们青莲不会是想挖走我军的主要战力吧？”凯瑟琳连忙摆手，解释自己没有这样的想法，只是提了一个建议而已。可崔正哲接下来的话却让他百口莫辩：“你们青莲召集这么多人手，是想违反规定单独进入副本吗？这件事我会向青莲会长提出抗议，更会向所有工会发送公文。”凯瑟琳一时间无言以对，只能咬牙攥紧拳头。返回部队后，崔正哲听闻童一完美通关副本，非常吃惊，表示会给童一一次重审等级的机会，此外再给支援小队全员晋升1级。童一郑重地向崔正哲表达了感谢，不过他没有忘记之前的约定，于是向崔正哲索要额外的奖励。崔正哲顿时满脸黑线，弱弱地说道：“除了我收藏的宝具，其他的都可以给你。”童一的嘴角上扬一抹弧度：“我希望旅长您能给我们小队发放神圣之力的武器。”到了第二天，支援小队攻略红色副本的事就传遍整个部队， F 级的他们顿时就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朴俊茂更是孜孜不倦，为每一个战友讲述着昨天发生的事。可当有人问起你们支援
援小队是怎么变强的时候，朴俊茂就会偷偷的告诉他，这全都靠同一队长的特别训练。而此刻的同一正准备吞噬光与暗的王冠，刚塞进嘴里，李元熙突然闯了进来，在问过好后，他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红衣上宾，请原谅我之前的无礼行为，我知道你不想见我，可我也想接受您的特别训练，拜托了。红衣吧唧两口将王冠吃进肚子，系统提示距离金属吸收还剩24小时。回头再望向李元熙，虽然自己不喜欢这家伙，但是攻陷战马上就要开始了，到时候能多一个有用的家伙，就多一分胜算。随后同一对李元熙说了一个好字，不过接受我的特殊训练，你得做好拼命的准备。与此同时的僵尸王城内，一个壮汉突然开启传送门走了进来，壮汉一见到神秘人就是破口大骂，你个白痴，害我浪费了这么多道具，连一个传送门测试都完不成，你还能干点什么？神秘人对壮汉充满了畏惧，畏畏缩缩的表示抱歉。这时传送门又进来一个女人，她舔了舔舌头，一脸的兴奋，这次算你幸运，本来应该把你扔在这自生自灭，可突然上头决定开启是攻陷战，希望你能在这次战争中展现出最后的价值。吸血鬼终于向人类宣战，不仅要占领整座城市，同时还要全歼同一所在的部队。原来就在同一吞噬了光与暗的王冠之后，大队长金刚石也按照上头指示，为支援小队的几人举办了晋升仪式。突然一个电话将金刚石打断，电话里传来的消息让他大吃一惊，什么？冲田良介出现了，我马上过来。冲田良介4字也让同一备受震惊。在记忆中，冲田良介干掉了国家排名第4的觉醒者之后，金刚石为了追捕他离开了部队，结果就在这期间，部队被2个吸血鬼袭击，被杀得全军覆没。同一知道历史要开始上演了，自己必须早做准备。结束晋升仪式后，崔正哲答应的神圣武器也已经发放，有了这些武器，对付吸血鬼一定能多分胜算。与此同时，吸血鬼们带回了神秘人后，便一直在养精蓄锐。突然一个白发男人走了进来，他是国家3大公会之一泰山公会的会长，不过他并不是来消灭吸血鬼，因为吸血鬼其实是他的属下。在1分钟前，会长齐白俊收到了上头的指令，携带武器库钥匙的梁铁柱死于火焰灼烧，推测凶手是部队的士兵，所以在城市攻陷战开始的同时，也务必要夺回武器库钥匙。于是齐白俊便把夺回钥匙的任务交给了女吸血，以军队为开端，把这座城市从地图上彻底抹除。到了晚上，同一特意让朴俊茂和自己值夜班，只是一连3天都无事发生。朴俊茂忍不住抱怨，队长，我们最近的夜班是不是太多了？感觉又变成了以前的冤大头。突然同一双眼猛地一睁，他感应到了大量异形金属的靠近，看来今天就是吸血鬼进攻的日子。随后同一拉上枪栓，冲着朴俊茂邪魅一笑，朴俊茂，看来我们又要逃离执勤场地。与此同时，在部队的大门处，站岗的士兵正睁着惺忪的睡眼，突然一个人影出现，吓了他一个激灵。安明泰立刻反应过来，命令那人不要再靠近，可那人听到声音后却是愈加兴奋，嘶吼一声便冲了过来。安明泰定睛一看，发现竟然是僵尸，于是果断一枪解决了他。可就在枪声响起的瞬间，地面突然传来了剧烈的震动，紧接着他便被眼前的景象震惊的撑圆了嘴，因为正有一大群僵尸不要命的向自己冲来。安明泰和队友一同开火，可僵尸还是越逼越近，无奈安明泰只能关闭大门，同时招呼队友赶快回来。在大门关闭之后，安明泰使用了魔法护盾，竟然把僵尸大军死死挡在外面。